没错，就是这里。就是这儿，刚才闻见的味儿就在这片林子里。味儿没错，可这里咋啥都没有？不是没有，是被藏起来了。障眼阵，这阵法不高级，可布得怪干净。像布阵的人不想让人发现，又懒得多费心思。这风格咋还有点熟悉？阵眼在那边。修仙界的法器，放这儿得有好多年了。这字不像我爹写的，我爹的字跟蚯蚓喝醉了打架差不多，应该是个女人写的。这个像我娘教的，这个肯定是我爹看的。有我爹的味儿，魔气里混着一点硫磺味儿，也有我哥的，淡一点，可我不会认错。还有一道我没闻过，像花香又像泡开的茶，淡淡的，应该是娘。画的真丑，我3岁画的都比他强。坐着喝茶的是娘，后面垂肩的是哥。这幅画是我爹画的，他以前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好，可这一行字他写得怪认真。爹，你画快点儿！别催，本君第一次画全家福。爹以前也怪努力嘞。这是我哥小时候玩的，平时看着嫩沉稳，小时候还玩缺耳朵老虎。果然，娘带的孩子衣裳都是新的，爹带的孩子，算了，不说了。我小时候穿的都是我哥改小的旧衣裳，父爱如山，专挑别人穿剩下的衫。这是我哥以前的剑，那时候他还不会挣钱，也买不起好剑，可这把剑的名字刻得比我爹那幅画工整100倍。嫩大一张床，比我在天战宗一整个洞府都大。原来有人用符养着。这么多年了，花还在，人却全走了。这里是他们以前的家，一家3口住在这栋小竹楼里。那时候我哥可能还不知道自己是魔界少主，不知道爹是魔君，也不知道娘是青云宗宗主，他只知道自己有一个画画特别丑的爹，还有一个交剑时总爱叹气的娘。这里以前一定怪热闹。这事儿得问问皇帝。小贵人，这么晚了，您怎么过来了？陛下已经歇下了。麻烦通报一声。可陛下今日处理政务到很晚，才刚刚……我有急事，是关于顾晨光。让他进来。剑，何事如此着急？你这儿有没有一块空地？离人住的地方远一点，附近最好一个人都没有。空地？你要做什么？我想布一个很厉害的传送阵。传送阵？万宗凌晨大典还要2年，2年太久了，我不想等，我
想回家了。吴京城郊有一片旧皇家猎场，几十年前便已废弃，如今无人居住，也少有人靠近，够偏，地方也够大。可以。就这些？你准备用这些东西布置跨越仙凡2界的传送阵？这些不过是木匠、工匠常用的工具，别人也能用。别人不能，我能。行，天亮之前，朕让人把东西送到你的院中。放心，不会让你白帮忙的。你准备如何报答朕？明天你就知道了。第一天，从硫磺之翼出来，掉到凡界大央国。正好砸死了一头铁牙猪，救了他们。凡界没有灵力，可他们靠机关和热气自己飞上了天，也跑到了很远的地方。第二天，我发现吴京城里到处都是晨光，这是6师兄留在凡界的东西，做了100年的大品牌。修仙界的晨光天天抱着账本哭穷，不知道6师兄知道以后会不会哭得更厉害。晚上见到了人间皇帝，按照辈分我应该叫他，反正他是皇帝，说话声音很大，骂人的时候声音更大，跪下！气势跟宗主差不多。不过宗主骂完人不用喝水，他骂完要喝3杯茶。一天吃了好多美食，难怪我爹破产以后不习惯。以前锦衣玉食，现在天天吃糊糊，落差确实大。还重，至少看得出来是字，比司徒老祖差远了，但比我爹强。我的笔画至少不会各跑各的。低阶回气丹，虽然丑，但能吃。止血丹，虽然闻着像糊锅了，但也能吃。丹药能救命，这些阵图也能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困住坏人。皇帝帮我找地方、找东西，我总不能白拿。眯一小会儿，天亮就起来炼体。小贵人，您醒了。长公主和二丁子已经来过多次，见您睡得沉，不敢打扰，如今都在偏厅候着。他们等多久了？长公主与二殿下来了1个多时辰，杨家2位小将军和萧公子也等了快1个时辰。咋不叫我？长公主说您睡得香，怕突然叫醒您会哭。太看不起人了，我都4岁半了，又不是3岁小孩，哪有那容易哭？扎得怪好看。小贵人生得可爱，什么发饰都好看。工人1刻钟能扎10种花样，孙家老祖扎了半个圆，辫子还是歪的。他要是看见，肯定得嫉妒。怎么睡到现在？乱做贼去了！小孩子不宜劳累过度。你再不行，我就让人直接端午饭了。小声点，醒了就好。我们还以为你准备睡到明天。那们找我有事？父皇说了，只要这几天把你陪好了，之前的责罚就免除。哦，所以你们过来找我是为了免罚？也为了陪你玩，顺便免罚，主要还是陪你。明明就是为了免罚。先用午膳，边吃边谈。今天还出去玩吗？南市还有一半没逛完，北街那边也有几家百年老字号，不去？昨天是谁听见夜市2个字，眼睛都快亮成矿灯了？你一个4岁半的小孩，能有什么正事？除了吃就是玩，难不成还要去上朝？今天有事做，布阵，回家。你说什么？我说我要开传送站，回修仙界。小贵人，这是您向陛下要的工具，陛下还让奴才带来旧皇家猎场的地图。陛下问要不要派人带小贵人过去？那处猎场废弃多年，山路难走，也容易迷路。不用，他们走得太慢，我自己去就中。是。你要这些戏干什么？布阵，
回修仙界。你的意思是，你准备在我们大燕境内布置一个能回修仙界的阵法？就你一个人？你才4岁半，年龄不代表能力，我1岁就会自己吃糊糊了。跨界传送阵和吃糊糊根本不是一回事。都是自己动手。你真的会布阵？会。谁教你的？孙家老祖。孙家老祖是谁？一个很矮的老头。一个矮老头教了你多久？半年。学半年就能布置穿越仙凡2界的传送阵？我学东西快，他们都这么说。他们这眼神，咋跟师兄们第一次知道我是混沌灵根的时候一模一样？我跟他们说个事儿，先说好，不许喊，不许尖叫，更不许吓得摔地上。什么事这么神秘？其实我也算个公主。公主？大燕没有流落在外的公主啊！你不会是父王的私生女吧？会不会是陛下以前微服私访的时候？这个糟老头子，明明说只有我和阿坚2个，怎么外面还藏着一个？二殿下冷静，现在只是多了一个私生公主，没准外面还有其他私生皇子。诸位先冷静，你是哪一国的公主？首先，我不是那么爹的孩子，我是我爹的孩子。你爹是谁？魔君拂晓，我娘是修仙界青云宗宗主青梦。是哪个国家的？我和我哥都在修仙界学艺，我们是天剑宗的。顾晨光所在的天剑宗。对，顾晨光是我6师兄，其中一个是我亲哥。魔界老贵族、修仙界内鬼，还有流荒之域邪修3伙反派合谋要炼化仙魔，2界气运飞升。他们发动仙魔大战，布下上古邪阵，把2界的人都困进去了。后来我哥带着魔界隐藏的大乘期修士来救场，宗主请来了北海之主，我娘也出关了，一剑劈开邪阵。最后8个反派老祖跑了，他们正好碰见出来找娘的我，就把我抓进流荒之域养了1年。等会儿，他们不是反派吗？为什么还养你？他们对我还不错，所以最后又把我放了。但是传送阵出了点偏差，把我送到了万丈陵上面。整个事情经过大概就是这样，能听明白了吗？你听懂了吗？没有。你呢？你们都听不懂，我更听不懂，我连魔君是啥都不知道。他说的每个字我都认识，怎么连起来我一句都听不懂？魔君我还能理解，邪修老祖是什么？流荒之域又是哪儿？北海之主为什么也来了？还有大乘期到底有多大？可能比马车大。他所说之事前因后果完整，但内容过于离奇，离奇到我们无法找到证据证明他说的是假的，也找不到证据证明他说的是真的。听君一席话，如听君一席话。但凡你这话有一点道理，也不至于一点道理都没有。所以呢？所以，我选择相信。你信？不信。但我想不出更合理的答案。一个4岁半的孩子，能随手拿出仙丹与储物法器，还能一眼看穿玉石内部。若他不是修仙界来客，那他还能是什么？总不能是妖怪变的。你看清没有？那把剑从哪儿拿出来的？没看清，我就眨了一下眼，它就出现了。你能不能再掏一遍？这次我保证不眨眼。不是，他为什么能飘着？没有绳子，也没有细线，这根本不合理。我去布阵，晚上回来，记得给我留饭。他真会飞！他爹真是魔君，真是公主！高手不需要回头，回头就不顺了。从天上看，吴京更整齐了，路是直的，房子是齐的。
连人走路都像按着格子走。娘，有个小孩在天上飞！小孩子别瞎说，哪有人踩着剑在天上飞？真的有人，还是个小女孩。我看你是昨晚的画本看多了，今晚不准看了。我真没眼花，真有人在飞。他没看错，就是他娘看的有点慢。地方够大，土也重，就这儿了。坐标阵一点都不能差。孙家老祖修阵的时候，每一刀的方向、深浅、角度都不一样，我记得清清楚楚。可记得不代表能乱来。还是有点焦。歪了。太浅，传送阵不是玩具，歪一点可能掉进海里，再歪一点可能掉进妖兽窝里。再歪的厉害点，算了，不敢想。阵基成啦，咋不亮？阵纹没错，坐标没错，阵眼也没错，那到底少了啥？阵法就像桶，天地万象之气就是水，桶要结实，水也得足。光有空桶没有水，什么阵都转不起来。我明白了，阵基就是桶，灵石只是点火的火种。可凡界没有灵气，也没有魔气，这里的万象之气淡得跟清汤一样。炉子有火，锅里没水，烧一晚上也烧不开一锅空气。硫磺之域的阵能启动，是因为有大成期老祖轮流往阵里灌灵力，像几个人一起往池子里加水。可我才金丹中期，我一个人的灵力填不满这么大一个阵。没有水就自己收水，没有气就自己吸气，我真是个天才。草木有生气，大地有地气，风里有微尘之气，山石水气露珠全都有一点点气，灌进大阵，只要这项复杂气收起来，再依这个补气阵就不会停，一次收一点，一天收一点，早晚能把水桶装满。亮了，说明阵没问题。又暗了，是收的气还不够，等补气阵把水攒满就能启动。传送中途没气最麻烦，万一卡在两界中间，可能连掉哪儿都不知道，所以不能急。再想回家也得等他吃饱。快了，只要阵里的气攒够，俺就能回去了。爹娘哥哥师兄们，再等等俺，皇宫还有饭等着俺。你真的是仙人？在凡界应该算，在修仙界不算。修仙界只有渡劫飞升以后才算真正的仙人。我现在才金丹中期，离渡劫还差好几个大境界。金丹中期是多大的官？不是官职。御剑飞行，真的是御剑飞行！长这么大第一次看见真的。你今天飞出去的时候，文华殿那边好几个大臣都看见了。陛下，刚才飞过去的是什么？朕我不知道，连我父皇都不敢承认知道。你知道这有多厉害吗？知道，俺每天都这么飞。能不能带我飞一下？我们也想。要不先用膳，饭菜已经凉了。御膳房热了3遍。行吧，飞一圈也费不了多少劲儿，但是一次只能带一个，剑就嫩长，占不了那么多人。我先提出来的，我先，明明是我先问能不能带我飞。你们两个让开，女士优先。我是长公主，按身份也该我先。诸位，礼让是传统美德。都别争了，抽签，谁抽到最长的，谁先飞。短的，我的比你长。
小爷先来。你没作弊吧？愿赌服输，少污蔑人。这件结实吗？结实的很。那就好，我能抓着你肩膀不？中，站稳了。稳了，稳了。走了。我飞了，我真的飞了！父皇、母后，你们看到了吗？你们的儿子在天上！不是乘风囊，是御剑飞行。父皇，抬头看。中书，陛下，看天上。回陛下，老奴正在看。他说自己是黄渤高祖的同门师妹，若是真的，按照辈分，朕应该叫他什么？姑祖，还是皇祖姑？陛下还是继续叫小贵人吧。他说自己是，你便信了？一个4岁半的娃娃，能砸死铁牙猪，能拿出仙丹，能使用储物法器，还能御剑飞行。他现在说自己是天上的星星，老奴都愿意先信3分。况且陛下不是也信了吗？否则您不会连夜替他准备布阵工具和皇家猎场地图。太刺激了！乘风囊是慢慢往天上飘，这个是嗖一下直接冲上去，跟有人抓住我的衣领，把我一把扔上天一样。说完没有？到我了。站稳了吗？稳了。那飞了。等一下，我还没救命啊！太高了，慢点，慢点，慢点！我要冷静，我是镇国臣的女儿，不能怕，不能怕！又升高了。人到底是让我慢点还是继续飞？慢点飞，但是不能停。要求还怪多。阿姐，你还好吧？好的很，就是腿有点软。我能不能坐着？我准备好了。可以，坐稳就中。阿姐，你这不行啊！我刚才都没吐，你闭嘴！快快快，终于到我了，准备好了，起飞！爽，太爽了！比起码刺激100倍！好玩，下次还……离我远点！我要不变算了。一辈子可能就这一次，福斌很快就要走了，今日不上，以后再也没机会。错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行，能否慢一些？能慢一点，但是不能太慢。御剑本来就是快的。那便随缘吧。嫩还活着不？素颜，不会吓晕了吧？确实刺激，但下次别叫我了。幸好刚才没吃饭，吃了肯定全吐出来。我以后再也不说自己想飞了。唉，我以后还是脚踏地吧。现在能开饭了不？我快饿扁了。传膳。你真的要走了？等阵法收集够能量，我就走。要不要我们送你？不用，大阵启动的时候，气流会把能们全掀飞，跨界罡风还能把能们撕碎，我还得分心护着能们，太麻烦。是被嫌弃了？不是嫌弃，我就是不想能们英年早逝。难道能们想试试？是什么？别问，这次他说的是死。今天听你说要走，我就让人出去买了。有宫里御膳房做的，也有如今各家糖铺卖的，什么口味都有，够你吃一阵子。能买那么多干啥？你不是喜欢吃糖吗？回去以后慢慢吃。这里面是花票，大燕各地都能用。万一以后你又不小心掉到凡界，至少不会没钱吃饭。我掉下来一次已经够倒霉了，这叫有备无患。这个送你。俺会御剑。我知道，但万一你哪天飞腻了呢？万一呢？那俺收下了。
里面记录着凡界各地的地理、风俗、饮食与典故。你以后若有时间，可以慢慢翻阅。您这是怕俺回去以后忘了凡界？只是希望你偶尔还能想起。你是修仙界来的，所以给你挑了些凡界最畅销的故事。我全都检查过，都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不虐，也没有看到一半突然全家没了。这个好。人们别说话，你一说话，我们就该哭了。这个给恁们缔结疗伤丹，虽然长得不咋好看，可止血疗伤都中，以后受伤了就吃一颗。如果人们有灵根，以后修炼武道的时候也能用得上。要是没有灵根呢？那就当纪念，放枕头底下也中，听说能辟邪。别说了，恁们再说我就真要哭了。我们以后还能见到你吗？能啊，不过我回去以后得忙着修炼，还得忙着飞升。等俺先飞升了再说吧。你什么时候能飞升？快的话300年，慢的话500年。300年？那时候我们早就死了。没事，到时候我给恁们烧纸，告诉恁们俺飞升成功了。谢谢。凡界的气虽然少，可也能积少成多，就像荒山上的补气阵，一滴一滴，早晚能装满。这个给皇帝，他帮俺找地方、找工具，不能只送1颗疗伤丹。你蹲这么久，腿不累吗？不累，俺师兄说了，根基不稳，地动山摇；根基稳了，雷打不动。有道理，小爷陪你。不行了，我的腿已经不是我的腿了，腿在抖，脸也在烧。我的腿不是腿，是2根棉花。还是当纨绔舒服。真的不再玩2天？南市还有一条街没逛，卖机关盒、会动的木偶，还有能自己走路的纸人。不了，俺得回去了。再不回去，俺师兄们该急疯了。你一直说师兄，他们到底都是什么样的人？俺大师兄是修仙界天骄榜第1，100岁元婴，话不多，但是特别靠谱。我2师兄是我亲哥，魔界少主，商业奇才，搞钱高手。3师兄扎辫子可好，脾气也好，就是说话不咋好听。4师弟做饭最好吃，他蒸的馒头全修仙界第1。5师兄特别帅，追他的人能从山脚排到山顶。6师兄最爱记本本，大事小事全记，已经攒满1箱子了。俺还有3个长老，全是化神期，一个养过灵兽，一个烧过丹炉，一个扫过佛寺。你们长老的经历还挺朴实，都靠劳动挣钱，不丢人。俺们宗主更厉害，5大宗最强的合体期大能，跑得特别快，非常非常快。有多快？比铁折车还快吗？铁折车在他面前跟乌龟爬差不多。比你御剑还快。俺在他后面只能吃灰。好了，俺要去找皇帝送点东西，恁们要不要一起？你自己去吧，我父皇那张脸看多了，晚上容易做噩梦。父皇现在正在早朝，文华殿人多，我们不去凑热闹。我爹肯定也在，他昨天还说要继续揍我。万一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挨打，太丢人了。去了不是挨打就是挨骂，不划算。行，那俺去。
一声，俺想见咱们皇帝。小贵人稍后。你刚才看清了吗？那孩子是御空而来的。宫中早有传闻，那位小仙人竟已真的。就是他，才4岁半。正是。4岁半便能御剑飞行，等他长大，岂不是能耐大的不得了？他是仙人，仙人的4岁半和俺们凡人的4岁半自然不同。可他看着就跟俺孙女一般大。俺孙女昨晚因为抢不到糖葫芦，哭了足足半个时辰。你孙女能御剑吗？那不就得了。宫中真的一位仙人。万宗凌晨大典还没到，他怎么提前下凡了？昨日犬子在宫门值夜，说看见一群人在天上飞，本官以为他当差饮酒，还打了他一棍。看来他没撒谎。听说这小贵人是从天上掉下来，一屁股砸死了铁牙中天而降，又力大无穷，这莫不是话本里的天命之女？俺就是掉下来的时候正好屁股朝下，咋传着传着就成天命之女了？陛下，请小贵人入殿。今日早朝到此为止，退朝。罢了，众爱卿想看仙人，便留下看吧。小贵人一早前来，可是传送阵出了问题？阵法没问题，俺昨天说过，不会让你白帮忙。前晚和昨晚练的，有回气的，有止血的，还有增援的。虽然长得丑，可都能用。确实不太讲究外形，咬小蒿就肿，长得好看又不能治病。那么樊姐不也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吗？药苦都肿，长得丑咋不肿？你说的有理，是朕肤浅了，不该以貌取单。哼，这个给你。这是何物？星辰砂，制作法衣的极品材料。掺进去以后，布料会更有韧性，刀砍不破，火也烧不穿，晚上还能发光。此物看似细沙，摸起来却有温度，朕从未见过。没见过正常，这是魔界产的。本来应该磨成粉，用灵力炼进布料，不过你没有灵力，让工匠烧热以后碾进去也中，效果差一点，可肯定比不加好。这一袋够做10几件法衣了。还有这个妖兽粮，给妖兽吃的。对，里面有灵气，妖兽特别喜欢。下次咱们再围猎妖兽，用这个当诱饵，一次放很多就够了，千万别放多，放多了会引来一群。以咱们现在的实力，打不过。你送给朕这么多仙家宝物，朕不过给了你几把尺子和一块荒地。尺子就够了，工具不在多，好用就中。几把尺子换来仙丹、仙矿与妖兽诱饵，这桩买卖大燕赚大了。俺也赚了。芷宁姐姐他们对俺很好，你也让俺住最好的偏殿，吃最好吃的饭，还让他们带俺看了凡界有多热闹，大家都没吃亏。那你以后还会回来吗？不知道，不过俺回去以后会跟六师兄说，告诉他大燕现在发展的怪好，路修得好，百姓日子也热闹，让他有空回来看看。你真是顿世圣皇的同门师妹。顿世圣皇，听着怪威风，应该就是六师兄在凡界的封号。亲师妹。那你岂不是与皇伯祖同辈？按辈分，俺得叫你一声皇侄孙。顿世圣皇的亲师妹，那辈分确实比陛下高。那俺们是不是都得叫他老祖宗？不用了，叫俺扶贫就中。扶贫，大燕永远欢迎你回来，不论过去多少年，只要你还愿意回来，朕的皇宫便永远为你留一间偏殿。好，东西送完了。父皇说什么？他说大燕永远欢迎俺回来。那当然，你以后回来吃住全包，想住多久住多久，想吃多少吃多少。恁这句话俺记住了。你昨天说要走，
准备什么时候走？现在，这么快？补气阵应该收集的差不多了。那你一定要好好保重。能们也是。俺走了。一路平安。这个得带回天剑宗，摆在议事大殿里，怪气派。也让师兄们知道，俺来凡界一趟，可不是只顾着吃。东西带齐了，饭也吃饱了，礼物送完了，这次真的要回家了。还中，朕没让风刮坏。还是差一点，现在进去，万一卡半路，不中。再等等，反正还得等，俺帮补气阵稀一点，说不定能快些。咋突然那么多？像知道俺要走了，舍不得俺似的，都拼命往俺身上塞。慢点，慢点，丹田都快让你钻热了。金丹后期，俺凡界才几天，没打架，没泡药浴，就吃了几顿饭，睡了几个觉，布了个阵，这就突破了。凡界的万物生气比上品灵石还补，比硫磺治愈的药浴还管用。算了，想不通就不想了，想通了也不一定有啥用。呸！这回够了。天剑宗，俺回来啦！又是这块，又是林子，咋又是林子？灵气充沛，每一寸经脉都舒坦了。是修仙界，不是凡界，也不是硫磺之域，俺终于回来了。李先生，凭什么我先？磐石巨熊，低阶巅峰妖兽，虽然只是低阶，可力气特别大，差不多相当于筑基期修士。李先生，你的剑快，趁他没反应过来，先砍一剑。你先用符控住他，你不控住我怎么砍？体修上去扛啊！你皮厚，扛揍。心不困阵，把熊困住，我再扛。我才练气后期，这么大的困阵，我脑袋一眨也不完。他一巴掌下来，我连遗书都写不完。别看我，组队的时候说得很清楚，你们打架我提供丹药，你们受伤我疗伤，你们没气我回气，最后你们要是死了，我负责收尸。跑了？刚才不是还想吃我们吗？可能突然想起家里有事儿。他跑的方向像是巢穴，说不定媳妇要生了，难怪刚才那么凶，可能真赶时间。赶时间早说呀，早说我们也不拦他。咱们刚才腿都快吓软了，到底是谁拦谁？咦，这谁家的小娃娃？巨熊不会是看见他才跑的吧？不可能，他骨龄才3、4岁，修为看不出来，要么比我们高，要么就是完全没有修为，肯定是后者。那熊怕他什么？怕他哭起来声音太大？那么好呀。请问一下，这里是哪儿？俺刚回来迷路了。你从哪里来的？怎么独自在森林中？你家长辈呢？俺从凡界回来，俺天剑宗的。小娃娃，不必骗我们，就你这件法衣，把整个天剑宗卖了，都未必买得起。天剑宗是修仙界最穷的宗门，他们弟子的衣服全都带补兵。我上次见到一个天剑宗弟子，靴底都磨穿了，
还舍不得换。他说的咋有点像三师兄？还有这只手镯，极品乾坤法器，我曾在拍卖会上见过相似的，起拍价3000上品灵石，天线宗买得起。这双鞋也是法器，上面有灵丝暗纹，至少能抵挡一次筑基攻击。天剑宗弟子穿这种鞋，他们连鞋底都自己补。这双鞋好像是老祖给的，以前俺也穿补丁鞋来着。你这一身，从头发上的绸带到鞋上的席带，全都是法器。你说自己是哪位宗主的亲闺女，都比说自己是天剑宗弟子可信。唉，俺真是天剑宗弟子。好，好，好，你是。俺六师兄叫顾晨光。嗯，你还认识顾光明？俺也认识沈清晨。俺还是他们小师妹。算了，等师兄们来了，让他们自己证明吧。好，你是天剑宗弟子，还是最有钱的那一个。可能天剑宗卖了3座山，才给他买了这双鞋。说真话没人信，那就只能说点假的了。唉，好吧，俺确实是偷偷跑出来的。跑着跑着，不小心掉进了这个秘境。现在能告诉俺这是哪儿了不？这里是修仙界南境灵犀秘境，此地盛产灵草灵药，每隔数年开放一次，2日前才刚刚开启。你家大人呢？真没和你一起进来？没有大人，就俺一个。你一个小娃娃独自在秘境里太危险，我们队里有筑基大圆满，遇到普通妖兽，至少还能保护你。秘境出口还有多久开放？还有2日。走，那俺先跟着能们。正好俺也去打听一下外面的消息，跟着他们总比俺一个人在林子里乱转强。这孩子眼睛也太好了。他到底是来采药的，还是来扫货的？你真是独自进来的？你家长辈放心让你一个人在秘境乱跑，不怕你被妖兽叼走？俺跑得快，妖兽追不上。你爹娘是哪个大宗门的？能给你配这么多宝物，肯定不是普通人吧？散修，怪穷的那种。那这双鞋呢？别人送的。极品储物手镯也是别人送的？俺运气好。你带丹药了吗？灵犀秘境里不仅有妖兽，还有天然瘴气，待久了容易头晕、胸闷、四肢无力。带了。什么品阶？极品丹药。极品？你一个小娃娃独自跑进秘境，身上还带着极品丹药，你家长辈的心是不是太大了一点？外面现在咋样了？什么咋样了？仙魔大战之后，现在是什么情况？这么大的事，你不知道？跟师傅在山里闭关了1年，山里传讯符没信号，外面的消息一条都收不到。原来是这样，难怪外面闹得天翻地覆，他一点都不知道。仙魔大战结束以后，除了逃进硫磺之域的8位老祖，剩下的内鬼、邪修与魔界叛徒全被救出来了。还有人想逃去荒域，但入口早被封死了，根本进不去。听说2界联合审了整整3个月，审到最后，那些人连小时候偷过谁家灵果都交代了。300年前，我偷过玉灵宗1颗青灵果。玉灵宗根本没发现丢过，这就叫坦白从宽，宽到连苦主都不知道自己受过害。修仙界4大家族的叛徒、邪修，还有魔界3大老贵族，全部被废去修为，发配魔界边境挖矿，据说叫废物利用。魔界矿场正好缺人。1个时辰半斤，效率有待提高。也能理解，他们以前全是当老爷的，哪干过体力活？去硫磺之域的时候，
老祖们挖地也怪慢，看来当老爷确实影响干活。不过，谢千珏和白鹤州的处置比较特殊，两个人都被废了修为。谢千珏作恶太多，害死无数修士，审完以后直接处决了。白鹤州呢？没啥，被安排去给灵兽铲粪了。听说干得还行，不偷懒，态度也端正。就手腕铲着铲着会忽然发呆，也不知道在想什么。灵气宗与御灵宗已经重新合并了，宗门改回从前的名字万灵宗。如今还是白敬新担任宗主，一个在上面管人，一个在下面管屎，也算是另一种同舟共济，都在为万灵宗的未来出力。还有一件大事，在青云宗、天剑宗和魔界少主推动下，仙魔两界重新签订了和平协议。协议里有啥？允许两界商贸往来，允许修士与魔族自由同行，也允许两界通婚。万仙盟能同意？万仙盟能不同意吗？不同意有用吗？青梦宗主和魔君孩子都生了2个，儿子是魔界少主，女儿在天剑宗当弟子，生米都煮成2锅熟发了，难道还能把孩子重新塞回去？而且现在的天剑宗都快成魔界驻修仙界办事处了，魔界少主和魔界公主全是他们宗门弟子。万仙盟要反对，就得把天剑宗和青云宗一起推出5大宗。一个实力第一，一个财力第一，谁敢提，谁又踢得动。神女宗更不用说，弟子都被天剑宗那几个穷鬼迷得晕头撞向，宗主拦都拦不住。万灵宗弟子到现在都还惦记天剑宗那个最小的孩子，听说那孩子天生亲近妖兽，他们挖墙脚挖了1年，哪可能投反对票？禅宗向来顺势而为，哪边风大便站哪边。至于中小门派，根本没有多少话语权，宗门连化神期都没有，反对也没用。明白了，不是大家都同意，是不同意也没用，也不是没人想反对，是反对的最厉害的都被送去挖矿了。那天剑宗呢？他们现在还好吗？天剑宗啊，听说他们最小的弟子被邪修抓进了硫磺之狱，如今全宗都守在硫磺之狱入口，想挖一条隧道进去救人。已经挖了快1年，还雇了不少散修帮忙，听说花了大量灵石，也不知道天剑宗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钱。师兄们没有放弃俺，他们以为俺还被困在硫磺之狱，挖了1整年，想把封印挖穿进去救俺。不过魔界少主符彦后来回魔界了。啊？他为啥回去？魔君失踪，魔界无人主持大局，只能由少主回去坐镇。魔君还没有回来？没有，听说已经失踪1年多了。有人怀疑，仙魔大战开始之前，魔君就被那几名老贵族暗中解决了。不过魔界一直封锁消息，对外只说魔君闭关。那青梦宗主呢？青梦宗主刚渡完劫就去找女儿了，但那孩子不是被抓进硫磺之狱了吗？被困1年，外面不少人都觉得那孩子可能早就被炼化了。当初青梦宗主与众人一起破禁制，3天3夜都没能撬开，那封印就跟彻底焊死了一样。后来他先回青云宗处置谢千珏，把宗门事务交给长老后，人便失踪了。有人最后在魔界见过他，估计是去找儿子和道侣了。爹还没回来，哥哥回了魔界主持大局，娘也不见了。师兄和长老们还在硫磺之狱外面挖隧道，他们全都在找俺，可他们不知道俺已经出来了。不能哭，爹说过，魔君的闺女不能随便哭，会让人笑话。而且俺现在都金丹后期了，金丹后期咋能当着一群炼气筑基的面哭？怎么走这么慢？药篓有点沉，我帮你背。不用，俺自己背得动。再等2天，等秘境出口开启，俺就去找他们，告诉师兄们不用挖了，俺回来了。眼睛闭了，耳朵没闭，五感没闭，神识更没闭。混沌灵根的五感，连蚂蚁打哈欠都能听见，何况是5个大活人盯着俺看。这种眼神，俺在硫磺之狱见过太多。不是看人的，是看东西值多少灵石的。
身上的东西太贵重，不适合一个小孩子独自带着。万一遇到坏人，被人抢走，你连哭都来不及。不如先交给我们保管，等出了秘境，我们再还你。这不叫保管吧？不是大姐，就是暂时保管。保管完了还不还？还。啥时候还？能看俺像3岁小孩不？像。错，俺4岁半了。4岁半和3岁半最大的区别就是已经不好骗了。和一个小娃娃废什么话？和一个小娃娃废什么话？直接抢就是了，他还能反抗不成？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孩子，吓唬2句，东西自然交出来。这里荒山野岭，就算他哭也哭不死人，而且也没人听见。有道理。虽然没灰，但拍一拍显得从容。俺也想跟咱们商量个事儿。什么事儿？咱们身上这些东西也不适合咱们带着，剑、符、阵旗，不如交给俺处理。放心，不收手续费。这事儿说出去能笑死一窝人。他是不是吓傻了？脑子已经转不过来了。这么小的金丹后期，你到底是什么东西？俺是人。不可能！我修炼了100年才能筑基，你4岁半金丹后期，开什么玩笑？不符合自然规律，不符合修炼常识，更不符合天道逻辑。少见多怪。天剑宗小师妹3岁半结丹，你们没听过？听过，但我们以为是以讹传讹。不是讹传，是俺。你真是天剑宗的？唉，俺说了多少遍了？俺说了，你们不信，解释了你们还不信，不信又要问，问完还是不信，循环往复，无穷尽也。那个，其实刚才是在开玩笑。对，就是逗你玩。小孩子嘛，我们想看看你的反应。你反应真快，真聪明，真厉害。我们都是遵纪守法的好修士，怎么可能真做打劫这种事？你看我们像坏人吗？像。你们刚才看俺的眼神，眼珠子都快变成算盘珠自己蹦出来了。求你放我们一马！上有老下有小，家里还有零售等着喂，我还有个80岁的老母亲，我要出了事儿，谁养她？80岁在修仙界还是个孩子，能骗谁呢？放了你们也不是不行。秘境里灵草挺多，你们好好采，多采点，多卖钱，免得5个人加起来连一件像样的上品法器都没有。最值钱的东西居然是丹修那根捣药杵。唉，我们居然被天剑宗的人嫌穷了。天剑宗什么时候这么有钱了？他们不是穷的连饭都吃不起吗？谁知道，反正我们打不过。所以他真是那个3岁半结丹的怪物。对，就是他。他现在4岁半，金丹后期了。怪物！记得多采点药，俺在秘境出口等人们。得找个窝睡觉，树上有虫，地上太潮，山洞也让人占了，找个妖兽窝不中啊？妖兽都有固定巢穴，比山洞暖，比树上稳，也比露天安全。而且他们的窝扛风，毕竟真要在里面住一辈子。这个大小刚好，分一半，你睡左边，俺睡右边，天亮俺就走。谢了。放心，俺不抢你窝，就借一晚。叫他挪一点位置，咱还故意打呼噜抗议。灵草一丛接一丛，跟不要钱一样长在地上，这种快乐只有真正缺过钱的人才懂。看啥看？又没给恁全拔光，还留一半呢。这个表情俺也去硫磺之域经常见，翻译一下就是惹不起，躲得起。高阶冷灵芝，品质上乘，年份至少1000年。
也去。拿一半，留一半，下次还能继续找。见到了。昨晚确实挤了点，这个赔给你。一颗丹药就把窝的事忘啦，俺也去啦。高价收世心花，100年份灵草，量大价优，现场验货，童叟无欺。扶贫小师妹，真的是你，你还活着？活着呢，活着呢。有钱师兄，好久不见，能看着比以前更有钱了。你这1年到底去哪儿了？天剑宗的人都找疯了，他们差点把硫磺之域入口挖穿，我爹都给挖隧道的工程捐了5000上品灵石。谢谢有钱师兄，也替俺谢谢恁爹。你到底怎么出来的？硫磺之域里面发生了什么？你有没有受伤？说来话长，所以俺先不说了。我俩天津太湖，俺也去天剑宗。师兄们还在硫磺之域挖俺，哥哥在魔界，娘和爹也不知道去了哪儿，得快点，再快点！谁家小孩这么小就飞这么快？不要命了！这么多，看来这1年饭吃得怪好。可他没忘俺，还记得俺。当然，俺也没忘他。不走啦。俺回来了。秋千还在，花也还在，俺以前用的东西一个都没少，他们一直给俺留着。小平儿。宗主，俺回来了。四师兄去哪儿了？咋没人做饭？你现在在哪儿？俺洞府。马上回。绳子换新的了，应该是五师兄换的。他怕旧绳子断了，可俺不在，秋千也没人做。宗主，回来就好。胖了，壮了，这话一句比一句像在看地里的菜。这颗萝卜胖了，那颗白菜壮了，还有一颗竹笋长高了。小师妹，你回来了，你真的回来了！三师兄，能先把俺放低点，俺快碰到洞顶了。让我看看受伤没有，这1年有没有饿着，是不是瘦了？没瘦，我刚掐过，胖了。气色不错，衣服也不错，比我的好看一点。什么时候回来的？从哪里出来的？怎么找到路的？硫磺之域里面发生了什么？都别急，先放下来，慢慢看。这辫子是谁扎的？这不是捆仙绳吗？拿捆仙绳扎头发，谁这么奢侈？凡界工人扎的，绳子是硫磺之域老祖给的。这么结实，这边更结实。嚯，这手镯是极品货吧？
高阶防御法医，能挡化神，还是能挡炼虚？我上次在万宝阁看到一件挡化神的，标价8000上品灵石，还没这件好。灵丝制造，鞋底刻了轻身阵和防御阵，长时间走路不费体力，还能挡一次金丹攻击。拍卖价至少2000上品灵石，你现在这一身，比全宗门加起来都值钱。金丹后期。小平儿，你老实告诉我，这一年你是被绑架了，还是出去进修了？宗主，都有。金丹中期是在硫磺之域突破的，金丹后期是在凡界突破的。凡界？哪个凡界？哪个国家？你见到什么了？有没有？说来话长，能不能先吃饭？俺饿了。对，先吃饭。好吃。多吃点儿，把这一年少吃的全补回来。四师兄，他快塌了。现在稳了。俺这一年经历的事儿全记下来了，能不能慢慢看？不对劲。啥不对劲？这么整之节，不是你写的吧？司徒老祖代笔的。代笔？俺写的字太丑，怕影响咱们的阅读体验，所以让他帮俺写。司徒老祖那个老东西，肯老老实实给你代笔？一开始不肯，后来呢？后来就肯了。司徒老祖真肯替你写？一开始不肯。第一天被抓回来，在圆桌同听老祖们开会，听他们争吵，互相甩锅，商量如何重新布置大阵。阵法是你们修仙界的人毁的，放屁！分明是你们提供的坐标有问题。商量整整一天，也没商量出结果。我打断他们，说我饿了，要吃饭。你饿了？他们开会开了一整天，俺再不吃饭都要啃圆桌角了。确实不能饿着。他们派人做饭，菜太咸，肉太柴，汤太油。我提出意见，他们下顿饭改了。你还给绑匪的饭菜提意见？不好吃，咋不能说？不说的话，下顿还是难吃，那俺不是还得受罪？有道理。饭做的不好就应该说，下次不能委屈自己。吃完饭，我要泡药浴。没有木桶，魔界3位老祖当场做了一个。药材由修仙界4位老祖提供：1000年灵芝、1000年何首乌、万年石钟乳、万年龙线香，以及高阶妖兽内丹。泡完以后，浑身舒畅。这些东西，他们舍得给你泡澡？他们好东西很多，非常多，特别多，后来全给俺泡澡了。泡了大半年，泡到他们几千年的库存都快见底了。1000年灵芝拿来泡澡，拿来炼丹，至少能炼10炉。缘分拆开搭配，足够炼10炉固元丹，他竟然一次泡没了。不止一次，泡了很多次。愿那些灵芝何首乌与妖兽内丹，来世不再遇见小施主。泡完药浴，要睡觉。他们在大殿中为我搭建隔间。孙家老祖拿出了一只很高的玉枕。多高？高到睡完脖子不疼了，但是歪了。骚家老祖替你烘头发。墨家老祖给你掖被子。他们还给你讲睡前故事。天天讲，8个老头轮流讲，比凡界说书仙人还敬业。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小孩，他不睡觉，他被人抓了，还非要听故事。
讲故事的老人怪烦，想把他扔出去。俺在这儿就睡着了，不知道那个小孩后来咋样了。第二天，我要扎辫子，8位老祖都不会，最后孙家老祖动手。丑，哪里丑？哪儿都丑，重扎。折腾小半个时辰，终于搭好。我说明日继续。孙家老祖的脸青了。孙家老祖真的每天给你扎辫子？他矮，站着就能扎，不用蹲，有身高优势。他后来扎的怎么样？越来越好，手艺快赶上3师兄了。那我是不是被替代了？放心，他年纪大了，扎不动了，以后还是能扎。那还差不多，我的手艺比大成期好。扎完辫子，开始断体。断体结束，吃早饭。吃完饭练剑。下午要荡秋千，晚上继续要浴烘头发，讲故事。这哪是绑架？你这是去硫磺之域当了1年公主。俺本来就是公主呀。谁不好抓？偏偏抓回去一个祖宗，这买卖亏到姥姥家了。谁带孩子谁容易疯。8人坚持了1年还未疯，心境修为确实不错。我的荒域战记，你是出去玩，还是出去统一硫磺之域？差不多，他们见俺都主动打招呼，还喊俺小霸王。小霸王比小公主威风多了。这外号还行。打着打着，突破金丹中期。混沌灵根突破，果然跟喝水一样。没有闭关，没有仪式，也没准备。那个禅宗叛徒当时比俺还懵。讲什么？慕容老祖亲自给我下了1碗面，1碗能增长3个月修为的面。对，吃完就没了，一次性的。上官老祖送高阶法衣，可挡炼虚1阶。就是这件，好看吧？司徒老祖送极品进阶丹。就是10万上品灵石1炉的那个。欧阳老祖送极品储物手镯。就是这个，滴血认主以后，只有俺能开。墨家老祖送严小骨伏笔，他送你伏笔做什么？你会画符吗？以前不会，他说要教俺。孙家老祖送鸿蒙万象阵道，这部阵书几经失传，老夫当年翻遍禅宗藏经阁都未能找到完整本。他说要教俺布阵。哦，对了，夜宵也送了俺1点灵石。多少？1008颗。下品。极品。1008颗极品灵石。不多吧？小平儿，你这1年到底是被绑架了，还是把硫磺之域抢空了？俺也没全拿，给他们留了一点。1008颗，全是极品灵石。对啊，夜宵说1008好记，一个普通金丹修士1块极品灵石差不多能用1年，俺有1008块，只要俺不乱花，能用1000年。不乱花这3个字，从小师妹嘴里说出来，为什么一点说服力都没有？这些老东西不愧活了几千年，一个比一个拿得出手。高阶法医、极品丹药、失传阵书、上古丹书、极品储物法器，任何一样放进普通宗门，都能当做镇宗之宝。全是好东西，俺刚收到的时候也不知道恁值钱，他们一边给俺讲，一边叹气。这东西攒了几千年，全给你了。俺说谢谢。不用谢，反正我们以后也用不上了。他们一开始想炼化你，结果养了你1年，还倒贴了这么多家底，这是赔本买卖。赔大了。后来呢？后来墨家老祖教俺画符，崇家老祖教俺炼丹，孙家老祖教俺布阵，
夜宵教俺练气，修仙界4个老祖继续教俺识字、写字、诗词歌赋，有空也会指点剑法。8个老祖轮流教了俺半年，俺啥都学会了一点儿，虽然现在还不算特别好，但至少都少会了。8个大层期老祖轮流教你，小师妹，你这1年过得比我们10年还充实。我们活了100年，加起来收的东西都没你1年多。那可是8个大成期，家底比咱们整个宗门都厚，而且一个比一个能掏。这法衣确实比我的漂亮，只漂亮一点点。日期完整，内容清楚，连那天饭菜咸了都写了，代笔人还逐页签名，流水账记得比我还好。这要是整理成画本出版，一定能卖脱销。卖了钱分俺一半。你提供故事，最多3成，本子是俺的4成，人也是俺5成，不能再多。总之，俺在硫磺之域住了1年，过了1年，他们要炼化俺的大阵，还是没修好。为什么？有些材料已经绝迹了，绝迹就是没有了。俺催了他们好多回也没用，后来他们决定把俺放了，但是嘴硬，骗俺说是因为俺的气运不够飞升。俺也是气运之女，咋可能气运不够？再说不能炼化，不是还能夺舍吗？他们明明就是舍不得俺，可又死要面子。哼，死要面子就算了，还非要说是俺不行。然后呢？俺去那天，他们又给了俺一堆东西。慕容早祖给了一大包药浴材料，够泡3年。上官早祖给了3件法衣，最厉害的能挡合体期1击。司徒早祖给了1箱各阶灵石，欧阳早祖给了各种保命法器，墨家老祖给了1箱极品符箓，崇家老祖给了极品丹炉，还有很多丹药，里面有能活死人肉白骨的护心丹。孙家老祖给了12支高阶阵旗。哦，对了，夜宵也送了。又送了什么？1枚能挡大成期1击的玉符。小师妹，你确定是被抓进硫磺之域，不是去继承家产？被抓进去的第1天确实不是，后来确实继承了不少家底。从硫磺之域出来后，你去了凡界。大洋国。凡界没有灵气，你怎么在那里突破金丹后期的？凡界没有灵气，但是有万物之气，草木有生机，山石有地气，水风露水也都有自己的气息，混沌灵根都能吸收。俺去布传送阵的时候，万物之气一下子涌太多，撑过了头就突破了。这样也行？混沌灵根果然不按常理出牌。别人修炼靠闭关，靠灵石，靠丹药，你靠睡觉和吃饭。下次是不是喝口水都能突破？按照他现在的情况，吸口气突破也不是没有可能。他不正常，就是最大的正常。凡界还有什么？俺去凡界遇见了大燕国长公主和2皇子，他们带俺去无尽城，然后俺看见了一条街的晨光。什么？晨光糖果、晨光玩具、晨光书店、晨光百货楼。他们说晨光是大燕国最大、最好也最能挣钱的商号。六师兄，恁家里人都挺好的。大燕皇帝说，每30年都会有仙人下凡除妖，那些仙人也会把你的口信带回去。他们知道你过得不错，也一直记得你。说说凡界。凡界可繁华了，路很宽，中间跑车马，两边走人和脚踏车。铁着车不用灵力，靠热气推动，能跨州跨县，一跑就是几天几夜。乘风囊也不用灵力，虽然比御剑慢，但一次能载很多人。脚踏车靠脚蹬，连皇帝上朝都骑。凡界人可会做生意，从锅碗瓢盆到家具衣服，一栋楼里全能买到，还能送货上门，买够了还能换住宿券，各种营销手段层出不穷，把俺一个修士都看懵了。顾芷宁他们还带俺体验了1天纨绔的快乐，斗蛐蛐、斗鸡、赌石、听书、看戏，还有漂亮姐姐跳舞。凡界有没有特别好看的衣铺？有没有法衣？颜色多不多？样式怎么样？布料？高阶法衣没有，但是普通衣服怪好看，颜色多，
款式多，料子也多，比咱宗门衣裳好看。下次俺去凡界，能可以跟俺一起？一言为定。他们真的还记得我？记得，全都记得。大燕100年来第一个有灵根的孩子，第一个能修仙的小天子，是大燕国的骄傲。对了，俺还从凡界带回来一个大家伙。精细，做的实在精细，还会自己动。凡界如今有这种东西，老夫200年前下凡，他们还在用马车拉货，许多房子还是泥土糊的，200年便能做到这一步。阿弥陀佛，老夫上次下凡时，他们尚在使用竹简记账，如今已能造出如此精密的时辰仪，就放在议事大殿门口吧，有牌面。确实比咱们门口那只破日楼强。六师兄平时什么都要记下来，可有些东西可能不用写在本子上，记在心里就够了。六师兄，以后有机会，俺陪能回去看看。好。不对，哪里不对？凡界到底咋回修仙界？凡界皇帝不知道，俺也不知道。那临凡大典的时候，咱们咋下去的？六师兄咋上来的？俺娘以前又是咋下去的？你不知道？俺应该知道啥？俺要是知道有现成的路，会自己不跨界传送地吗？画恁大一个阵，2-3遍距离，可半天符文，手酸了还得刻单，又辛苦又累，还容易卡在2剑中间。哦，老夫以为你图快。俺也去凡界熬了2个晚上，画阵、改阵、补阵、吸气。他以为俺只是图快。修仙界与凡界之间本就没有供人随意来往的道路，凡人无法飞升上来，修士也不能任意下凡。为啥？天道规则，凡界是凡人的地界，修士若随意降临，容易扰乱凡界气运，也会沾染因果。那万宗凌晨大典咋办？临凡大典走的是特殊通道天阙关，弟子必须持有万仙盟特制通行令，登记身份、修为，下上事由与逗留时间后，方可通行。那是修仙界与凡界之间唯一被万仙盟正式承认的通道，没有令牌不能通过。正规路。对。那俺娘呢？你娘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俺娘，青云宗宗主，5大宗最厉害的合体期大能。对，除天阙关外，2界之间还存在一些天然秘境裂隙，裂隙一端连接修仙界，另一端连接凡界，但它们极不稳定，时开时合，不是想走便能走。青云宗古籍记录过一些裂隙位置，你娘当年已是化神期，能感知空间波动，所以才能找到。那俺哥呢？也是走你娘告诉他的秘境裂隙，他从凡界进入修仙界，正好被老夫捡到。魔界也有许多连接凡界的秘境裂隙。你不知道修仙界的废隙，难道连魔界的也不知道？你爹以前经常下凡，他从未告诉过你？没有，所以俺爹一直知道路。当然，否则他当年怎么一边下凡与你娘谈情说爱，一边偷偷返回魔界收拾那些老贵族？他若每次都走魔界正门，早被老贵族察觉了。爹不光会打架，白天谈恋爱，晚上打贵族。你掉落的大燕万丈岭似乎也有一条裂隙，另一端正好连接灵犀秘境。啥？俺也去凡界布的传送阵，最后就是把俺送到了灵犀秘境。那便对了，不是巧合。你的传送阵借用了附近天然裂隙的空间波动。老夫100年前将晨光带上来，走的也是灵犀秘境那条裂隙。不错，那条裂隙通往大燕万丈岭。大燕皇帝守了那座山一辈子，他咋不知道那里有路？不知道很正常，那条裂隙平日并不稳定，偶尔过去的
也大多是没有灵智的妖兽。凡人看到妖兽都来不及逃，谁会主动往裂隙里走？而各宗弟子下凡除妖，通常走天阙关，所以凡界皇室自然不知道。走天阙关需要登记、缴费、领取令牌，流程走完至少3日，回来以后还得写下凡报告，还要报备修为，报备逗留时间，还得压3块中品灵石做保证金。那下凡的时候，直接进灵犀秘境，找到那条裂缝，不就能回万丈岭啦？不行。为啥？灵犀秘境那条裂隙已经被万仙盟发现，如今入口封锁，无法再走。不过，老夫还知道其他几条。那还知道？老夫知道3条，北海1条，极北冰原1条，西荒谷地1条，后2条应该还能通。北海那条不好说，宗主当年在那边闹过事儿，不知禁制还在不在。老夫知道2条，一条在南唐秘境，另一条在幽影沼泽，都是年轻时游历发现的，上百年没去，入口可能已经长满野草。阿弥陀佛，老夫知道一条新裂隙，如今还能通行。恁咋知道？修仙论坛上有修士说，上个月刚从那里溜达过一趟，消息可靠。论坛上的偷渡消息，你也信？发布者信誉等级9级，还附带了路线图与裂隙留影。恁们知道您多路，为啥没人告诉俺？就没一个人想起来给俺说一声？忘了，而且你也没问。俺咋知道要问这个？俺以为凡界就是回不来，俺以为只能等2年的万宗凌晨大典。俺也去那边想了半天，化阵、克阵、补阵，还差点卡在2界中间。但你最后自己布阵回来了，这说明你长大了。长大以后不需要事事都让长辈提醒，而且你看，没问你不也回来了吗？这个逻辑听着不对，可到底哪儿不对？你娘来找过你，去灵犀秘居，听那些散修说了，她跳下去了。幽冥裂缝？是，你爹已经下去1年，一直没有消息，连旺财和来福也没回来。你娘说，硫磺之域出口有我们守着，她放心，她要去把你爹找回来，让你爹亲手砸开硫磺之域禁制。可他下去后，也再没有上来。万仙盟为啥不下去救俺爹？下去过，但失败了。靠近便会被弹开，连裂缝边缘都碰不到。百度老魔说过，只有魔界皇族血脉才能进入。那俺娘为啥能下去？或许因为他是你爹的道侣。没人知道，结界确实没有阻拦他。宗主，他们都会回来，对不对？你爹那个人，傻人有傻福。而且你娘已经下去了，他做事比你爹靠谱得多。不知道幽冥裂缝下面有没有光，爹有没有吃的，有没有水，有没有地方睡？娘下去的时候有没有带够丹药？裂缝那么深，黑漆漆的，他会不会怕？睡不着。睡不着，想你爹娘了。闭眼睡觉。大师兄，这招没用。那你想听什么？剑诀。你确定？确定。俺在硫磺之域睡不着的时候，就背孙家老祖教的阵文，背着背着就困了。剑起于心，事发于身，气走周天，风归一线。大师兄，你这念法太死板。剑诀要有感情，剑起于心，事发于身。睡不着就喝口汤，我放了安神灵草。睡不着，
要不要看看你现在的样子？看久了眼睛累了，自然就困。俺现在看着像刚被雷劈过。稍微整理一下，还是很好看。要不要听我念账本？账本很无聊，肯定能睡着。你们来做什么？哄小师妹睡觉。天剑宗本月之初，第一项硫磺之域挖掘工程，雇用散修321人。对了，小师妹，你在凡界夜市吃的烤肉到底加了什么料？还有那道红烧肉味的香皂，到底是什么味儿？本来快睡着了，现在更精神了。昨晚没睡好。三师兄，今晚不用哄了，俺已经长大了，能自己睡。行，今天想扎什么发型？不扯头发就中。头发长了很多，以前只到肩膀，现在快到腰了。俺去硫磺之域没剪，凡界也没剪，大燕皇宫的工人他们手艺可好了。有多好？1刻钟，差不多能编10种样式。那你觉得我扎的怎么样？当然比他们都好，还中，跟以前一样。本来就和以前一样。哥瘦了，这一年他应该也没好好吃饭。哥，俺没事，你先松一点，勒到脖子了。属下来迟，请公主责罚。起来吧。属下未能保护公主。不关恁的事，是俺让恁去战场帮俺哥，也是俺自己跑出去找娘。能看，一点事都没有，还赚了2个小尖尖回来，金丹后期，又带回来一堆好东西，这买卖不亏。后期？快追上咱喽！已经探过了，确实是金丹后期。他被抓走时还只是金丹初期。你再看看他这一身，极品储物法器，高阶防御法衣，还有刻着青深阵的灵靴，衣服比我的还漂亮，修为也比我高。我还是金丹中期。先吃早饭。先看这个，事情都记在里面。我们昨晚比你震惊多了，你这才看到哪儿？后面还有更离谱的。气运之女去哪儿都能撞上大气运，气运这东西不看修为，看命。命好的人掉进粪坑里都能捡到宝。宗主，粪坑里只有屎没有宝。你怎么知道？你掉过？那能掉过？宗主，小师妹，能不能吃完饭再讨论粪坑？好吧。你找到那座竹楼了？篱笆上有很多剑痕，又乱又杂的那些应该是你砍的。你认出来了？认出来了，没啥章法，又乱又急，但是每一剑都用了全力。爹不敢教我，娘也不敢正经教，只能自己摸索，看见什么学什么，东拼西凑。看出来了，难怪你刚入宗时剑法那么怪。大师兄第一次看见你的起手式，回去研究了3天，差点走火入魔。不像正经宗门传承，跟路边捡来的残缺剑谱一样。重点是不好看，又丑又莽，一点都不优雅。二师兄无人教导，能自己摸索到炼气期，已经很厉害。50年，靠自己悟到炼气，这天赋快赶上清晨了。清晨，你可得努力，再让二师弟追上来，大师兄的位置就尴尬了。一个暗灵根二师弟，一个混沌灵根小师妹，你的压力确实不小。没事，二师弟现在还打不过我，总有一天。好，等你。再过2年，别说你们2个，恐怕连小皮儿都能追着我们几个老骨头满山跑。不怕，等俺厉害了，俺罩着他们所有人。包括小燕儿。这么快就走？魔界还有许多事，爹不在，所有事务都得我处理。哥，
别太辛苦。知道了。影七没跟哥走，应该又藏到地下了。开会，谢少。干啥？开会，这个镜子方便。俺也去听。不行，为啥？这次会议内容不适合小孩子听。咋不适合？因为这场会大概会吵很久，吵完以后所有人都会不开心，不开心的内容不适合小孩子听。他们不让我们听，肯定是大事。你咋知道？上次开会只用普通铜镜，这次用你的法器，说明事情更急。能说这回是啥事？他大概觉得，不管发生啥事，反正也轮不到他操心。哥才刚回来，又匆匆走了。现在魔界又出事，会不会和爹娘有关？门本来就厚，还加了一层静音结界，看来里面说的事确实不想让人听见。可他们忘了一件事，我是混沌灵根，五感通达，不用天门缝，也不用偷听符，灵力扑过去，墙里的人喘口气，我都能听见。小师妹，你是不是能听见里面说话？是耳朵自己要听的，不算偷听。对，耳朵犯的错和我没有什么关系。快说，快说，他们说什么你转告我们，我们保证不往外说，只在宗门内部传播，不算外传。聆听会声阵，能把我听到的声音放出来让大家一起听。这个正好，以后偷摸吃瓜不用担心听不清，我也要学。走，改天教你。嘘。今日紧急召集众人，是有一件要事相商。根据魔界传来的消息，最近1个月，幽冥裂缝异动频繁，裂缝周围的灵力波动越来越强，地脉震动也越来越频繁，只怕那头上古毛兽即将冲破封印。那东西要是跑出来，仙魔两界都得完，凡界同样会受到影响。上古时期，那头魔兽便无人能敌。当年封印它时，两界调集上万精锐，最后活下来的不到一半。马蹄期过去就是送菜。上古魔兽一旦出来，两界刚恢复的商路、城池和矿场，全部要重建。这个时候，你先想到的是损失多少灵石？也会死很多人，这比损失更大。继续听，那道封印原本由魔君先祖所设，历代都以魔界皇族血脉为耻。福毛已经下去1年，至今没有任何消息。他不会在下面睡着了吧？也可能被上古魔兽一巴掌拍晕了。不如让魔界少主福燕下去查看。一个当爹的下去，至今没上来，现在还想把儿子也送下去？怎么，想让人家一家子整整齐齐全埋在裂缝底下？福燕才元婴初期，他若折在里面，你赔老夫一个弟子？我只是……你赔得起吗？拿什么赔？拿你那张只会放屁的嘴，还是拿你那颗豆腐做的脑子？可总不能让上古魔兽冲出来，到时两界生灵图难，经济至少倒退500年。哼，那你下去，你修为高，你打头阵，老夫站在裂缝边给你喊加油，一直喊到你倒下为止。宗主今日状态不错，刚开场已经骂哑1个了，用词不够优雅，但很有效。宗主骂人不喘气，凡界皇帝就不忠，
骂一会儿还得喝茶。可以让符砚带队，在结界松动的一瞬间进入裂缝。进裂缝！长老，各宗精锐紧随之后，一起挤进去。你以为赶集呢？结界只松动一瞬，能挤进去几个人？总比什么都不要强。还有一个办法，让魔界公主符玄带队下去。扶贫？天剑宗那个4岁半的小娃娃。继续听。扶贫是混沌灵根，又是传说中的气运之女。若遇到危险，天道说不定会助她一臂之力。画本里的气运之女原本就是为拯救苍生而生，让她带队下去，与魔君配合，拖住上古魔兽。镇宗弟子趁机修复阵基。又不是让她一个人下去，各宗精锐都会跟随，她只负责拖住魔兽便可。拖住上古魔兽，他们说的像让我去门口拖住一只鸡。我才4岁半，他们是真不怕我死。我宗宗主已经进入幽冥裂缝，如今还要让他的女儿下去，恐怕不合适。若符玄出了事，我宗宗主回来以后如何交代？糊涂长老，大义面前不能只顾私情。扶贫是气运之女，享受气运，自然应当承担相应责任，这是天道平衡。混沌灵根能适应幽冥裂缝中的各种气息，换成普通修士，光适应环境就要半日。讨论完了吗？讨论完了，那老夫说2句。第一，谁再提让小群儿下去，老夫现在就去他宗门门口骂街。骂到他3个月不敢出门见人，骂到他全宗上下见到一条狗都得绕道走。可以让他哥哥带队，符砚毕竟是魔界少主，总得出一份力。第二，符砚也不行，当爹的都没上来，当儿子的下去就能上来，脑子呢？万仙盟是没人了，非要把人家一家老小一个接一个往坑里送。那魏宗主认为该怎么办？劈开封印。你疯了！那是上古禁制，你以为是在劈柴吗？封印一开，上古魔兽直接冲出来，谁来打？各宗宗主与长老一起下去，我们拖住上古魔兽，镇修趁机修复阵基，重建封印。若阵基修不好呢？那就跑。跑得慢的老夫负责收尸，修不好就死，死了就收，收完就埋，埋完立碑，碑上刻你们名字。这不是魏宗主一个人能够决定的事。万仙盟议事向来少数服从多数，若多数人同意让符寻，多数？你们有多少人？报个数，老夫一个一个记。老夫记性不好，但记仇很好，套麻袋的技术也不错。想清楚再举手。魏宗主，你不能如此不讲道理。哼，道理，老夫可以讲道理，但凭什么惯着你？我们是在商量对策，不是在吵架。商量怎么让一个4岁半的孩子下去送死，你们怎么好意思开口？脸就一张，不能省着点丢吗？那如果封印根本劈不开呢？那就等他自己出来。哼，他出来以后，你们一起上，反正人多，总有人能活着回来。谁能保证活下来？谁活下来，谁写回忆录，书名老夫都替你们想好了。我当年是怎么被上古魔兽追着跑的？这本要是真写出来，六师兄肯定想卖。只要有人活着写完，一定畅销。魏宗主，你说这些话实在太不负责任。老夫活了这么多年，该负的责任从未推过。
但老夫的徒弟，谁也别想动。魏宗主，我宗宗主也在幽冥裂缝之下冒险，她毕竟是福田的亲娘，你拦着福田，万一宗主在下面出了事，你还有脸提青梦？你们宗主已经在下面，现在还想把他女儿也送下去？青梦要是回来，第一件事绝对不是谢你们，是问谁让他女儿下去的。你猜他问完以后会做什么？先骂你，再打你，最后废了你。到时候老夫一定坐在旁边嗑瓜子看戏。魏宗主，我们不是想害你徒弟，只是眼下确实没有更好的办法。没有办法就继续想，想不出来就闭嘴。真坏了？没坏，里面没人敢说话了。宗主骂人一如既往的强。强的我想鼓掌。听见了，没人能逼你下去。宗主不同意，长老们也不会同意，我们更不会。谁敢投赞成？我已经记下来了。我又没怕。继续想办法。谁再提孩子，老夫先去找谁。温之阳，小平儿现在在干什么？一群人蹲在洞府外，脑袋挤着脑袋，不知道在干什么。那就是在偷听，没跑。不能吧？老夫布了隔音阵，这可是正经隔音阵，正经到连蚂蚁在墙角吵架都传不出去。阿弥陀佛，隔音阵能够挡住声音，挡不住混沌灵根。赶紧起来！确定了，就是在偷听，一个比一个演的假。确实，一群人看着跟做贼一样。都听到了？听到了。听到多少？该听的都听了，不该听的也听了一点，漏掉的应该不多，下次争取全覆盖。既然听到了，那你应该知道我们为什么不让你听。知道。你也应该知道幽冥裂缝这件事，你不能去。也知道，但俺还是要去。为什么？因为俺爹在下面，俺妈也在下面，俺在上面荡着秋千，等他们自己从底下爬上来，俺做不到。你知道上古魔兽是什么吗？合体期过去都是送菜，你才金丹后期，他打一个喷嚏都能把你吹出去800里。而且你爹下去1年都没有上来，你下去就能上来？你当你爹在下面度假呢？阿弥陀佛，你现在下去，只能算给上古魔兽送一份点心。体型太小，吃完连牙都不用剔。那俺不去也行，下次俺自己跑出去，像上次一样，谁都不告诉。你在威胁老夫？不是威胁，是陈述事实。能们不让俺去，俺就自己去。俺自己去，肯定比跟着能们更危险。这道理能们也知道，而且他们说气运之女就应该去，那就去呗。气运之女不干这种事儿，难道天天在家荡秋千？那跟一条咸鱼有啥区别？不对，气运之女不是用来送死的，是用来活着的。宗主，恁就答应俺嘛，答应嘛，答应嘛，让俺去嘛，去嘛，去嘛，去嘛！俺保证不添乱，保证听话，保证打不过就跑，绝对不回头。你这招跟谁学的？摇头晃脑，拉袖摆臂，这不是咱们天剑宗的招式。老夫也没教过，也不是佛门功法，跟凡界长公主学的。父皇，答应嘛！好好好，依你，依你。他每次求皇帝就是这么摇，一摇一个准。
你学的倒快。学以致用，学了就得用，不用白不用，用了不白用。明日，老夫带人去砸幽冥裂缝的结界，救你爹。天塌下来，也轮不到你一个5岁不到的小娃娃去顶。你留在上面，等你爹、你娘回来。通知万仙盟高层，再通知符焰，明日仙魔2界集合，破结界。是。宗主，我们能不能去？天剑宗全宗去。小叶昂留下看家。吃饱以后去万仙盟集合，这顿饭可能是最后一顿热饭。不过不管是不是最后一顿，先吃饱再说。阿弥陀佛，只要老夫吃得足够圆，便没有人能够将老夫看扁。而且胖一些，不容易被风吹走，稳当。3碗够了，再吃影响腰身，再吃点。中。吃饱了。那便出发。真是天剑宗那个小师妹，不是说被抓进硫磺之狱了吗？活着出来了。看样子不光活着，过得还挺好。小师妹，你又换法衣了，这件比上次的还好看，从哪儿买的？别人送的。谁送的？我去问问，能不能也买一件？8个大层期老祖。那我买不起。小师妹，你回来了。熊师姐好。长高了，也壮了。俺天天断体。高了一点，修为长了一个小境界，脾气看着还是不咋好。像什么像？眼神，还有这副看谁都不服的神态，与宗主年轻时一模一样。老夫当初怎么就没有看出来？宗主上次忙着处理谢千珏，没有时间与你算账。等宗主回来，肯定要问你为什么把他亲闺女送去了天剑宗。宗主记仇，你知道的。闭嘴！当初宗门大招时，是谁说孩子太小，带回去没人照顾？是不是你？我只是随口说了一句，最后拍板的是你，你是招大长老，你都决定了，我还能怎么办？你不说，老夫能拍板吗？先别吵，他的修为灵丹后期，金丹后期，1年跨2个小境界，他被抓走时还是金丹初期吗？星域之虐不能如此不讲道理吧？别人从初期到中期都得用几10年，他现在4岁半，金丹后期，照这个速度，明年是不是就元婴了？明年元婴，后文化神，大后年能不能调整个万仙盟？不用问，俺知道他们现在有多得意。富偏师妹，你终于回来了！我们都以为你被硫磺之狱的邪阵……你的修为比我还高了，我才金丹中期。没事，能再练几年也能到后期。先别管修为了，都瘦了，吃果子补补，这一把路上吃。天，慢慢吃，不够我还有。小片儿，天剑宗那群人心太大，让你被抓走1年，吃了不少苦吧？我们地方大，伙食好，灵果管够，灵石也管够，还有很多师兄师姐陪你玩。周通霄，你当老夫死了，还是觉得老夫最近脾气变好了？挖墙脚挖到老夫眼皮子底下来了。周长老贼心不死，上次挖墙脚被宗主骂一顿，这次竟然还敢来。以后是不是得防着万灵宗？他们经常送灵果，说不定就是糖衣炸弹，先送糖再挖人。无妨，有宗主在，他挖不动。宗主瞪他一眼，他3天睡不着，
真要换宗门，小师妹继承青云宗也比去万灵宗划算。青云宗更有钱，礼物可以收，不收白不收，吃了也算给他们面子。你们应当向大师兄学习，只收礼，不跳槽。礼可以收，人不能走，这是原则。阿弥陀佛，嘴停心硬，手快脚稳，方为好弟子。诸位，准备出发。跟紧宗主，不要乱跑。哥，人也别硬撑。知道。小平儿，爹在下面，娘也在下面，旺财和来福也没回来。今天一定要把他们带上来。小公主真的回来了！小公主，这穿的，这戴的，我没受苦，就是去进修了1年，顺便继承了点家产。继承家产？8个大成期老祖的家产，他们放我野去时候硬塞给我的。嘘，别告诉别人。这个眼神，咋跟看一只能下金蛋的鸡一样？小鬼，回来了。回来了。你那条船还在不？还在，等这里的事情结束再载你一次。免费不？免费。那这，诸位，幽冥裂缝异动频繁，上古魔兽随时可能破风而出。幽冥结界只会在魔界皇族血脉靠近时短暂松动，能够趁机进入的人数有限，因此我等决定合力破开结界，进入裂缝，协助魔君与青梦宗主。结界破开后，各宗宗主与长老先行进入，负责拖住上古魔兽。镇修立即修复阵基，重新封印。这绳咋看着你眼熟？不是，怎么又是这条破绳？上次仙魔大战就是用的它，往阵缝里塞了半天都塞不进去。已经洗过，还能使用。洗过？洗过为什么还用你？而且这都洗了，为什么不直接扔了换一条新的？购买新绳需要向万仙盟申请预算，预算审批至少3个月。那就自己搓一根，搓麻绳能换几块灵石？已经搓过，搓出来还是这一根。万仙盟储存的麻料是同一批采购，做出来都一样。万仙盟穷成这样了？不是穷，他们买东西得先打报告，报告多久批下来？短则3个月，长则半年。那这绳子比万仙盟的预算流程还耐用。小声点。能撑住？能，上次便撑住了，这次应该也能。应该，大概。先试，断了再想办法。封印被撬开了，乖乖待在上面。怪帅，像画本里拯救天下苍生的仙人。
回事？不是已经敲开一条缝了吗？魏宗主要飞去哪儿？还回来吗？他是不是要飞升了？在魔界飞升，又名裂缝旁边飞升，飞升不用渡劫吗？而且这姿势，是不是太随意了一点？宗主还能飞回来不？应该能。这个声音上来的东西肯定怪大。老子终于出来了，老子自由了，终于不用再看不肖那个脑残秀恩爱了，终于不用看了。他刚才说什么？好像说不想看魔君秀恩爱。上古魔兽破风是因为不想吃狗粮。咦，这么多人都是来恭迎本座的吗？好，本座刚刚脱困，你们便提前列好阵仗迎接。这个牌面不错。我们是不是弄巧成拙了？难道是那条麻绳把他放出来的？我们还没有真正破开封印，他应该是自己冲出来的。会不会真是受不了魔君和青梦宗主天天在下面秀恩爱？有可能。下面还有人！恭迎魔君！宗主，他怎么出来了？你不是说他出不来吗？是啊，我在下面天天跟他斗嘴，他一直没动静。我还以为他被我的深讲感动了。你的深情，除了我，感动不了别人。那他是被咱们反跑的？被你。也有可能。你们两个够了！老子在下面都快听吐了。梦梦，阿萧，你瘦了，你辛苦了，你头发乱了，我替你整理。老子被锁了几千年，从来没听过这么恶心的话。先是两只石狮子，天天蹭来蹭去。看见没有？现在还在蹭。后来又下来一个女修，更恶心了。白天恶心完，晚上继续；晚上恶心完，白天接着恶心。你们不用睡觉吗？你们不睡，别人还要睡。恶心的老子几千年前的隔夜饭都快吐出来了。不对，老子被关了几千年，根本没吃饭，连饭都没有，拿什么吐？只能吐酸水。你们考虑过一条龙的胃吗？你嫌恶心，别看不就行了？老子眼睛长在头上，你们就在老子眼皮底下不看也得看。你们卿卿我我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一条被关了几千年的龙是什么心情？没有，你们只顾自己的情情爱爱。那你闭上眼睛，闭眼也能听见。梦梦，你饿不饿？阿笑，你冷不冷？饿你妹！修士根本不用吃饭，他饿了不会自己吃了。那你把耳朵堵上。老子没有手。这不是？这是爪子，差得多了。爹，妹妹在。好闺女，想死爹了。1年没见，高了，也壮了，金丹后期。这衣服，这手镯，这鞋，天剑宗发财了，还是你哥给你买的？8个老祖给的。哪8个老祖？硫磺之狱那8个，俺被他们抓进去以后，他们养了俺1年，没舍得杀，还给俺不少东西，教识字，教写字，教画符，炼丹、布阵、炼器。咱闺女被绑架以后，怎么过得比在家还好？
原来被娘抱着是这种感觉，暖暖的，软软的，衣服上还有淡淡的花香和草木香，怪好闻。对不起，娘没能早点找到你。没关系，俺原谅能了。这一年过得好吗？吃得饱吗？穿得暖吗？有没有人欺负你？过得很好，特别好，好的不能再好了。吃了很多好东西，也收了很多好东西。俺去了一趟凡界，看了好多好玩的，没有人欺负得了俺。老夫是不是错过什么了？您错过了上古黑龙破风，他自己冲出来的，还错过了黑龙和魔君对骂，也错过了母女相认。宗主，您刚才飞得特别高，差点就飞出魔界了，我们都以为您准备直接飞升。去救能了，等会儿再说。老子刚刚脱困，被关了几千年，你们能不能给一点尊重？本座破风而出，你们难道不应该害怕吗？不应该尖叫吗？不应该抱头鼠窜吗？你们就这样站着看，让本座很没面子。你下来！你说什么？你敢命令本座？你爹当年都不敢这样与本座说话。你不下来，我就揍你！你上来揍一个试试！一个被关了几千年，刚刚放出来的软角龙，拽啥拽？你说谁脚软？你被锁多年，铁链刚紧，血脉还没通，腿肯定软。老子是龙，不是人，没有腿。那翅膀软？老子不靠翅膀飞。那脖子软？反正你身上总有一个地方是软的。你能不能少说两句？他快被你气炸了，你闭嘴，他自己气一会儿，也许就消了。你再说下去，他真的会动手。炸就炸，反正早晚要打，先气一气，省得他待会儿力气太足。娘，爹一直都这么会气人吗？以前更会。他吸了那么长一口气，看样子不是准备讲道理。防御！都给老子烧成灰！起阵！这火比丹炉炸炉还烫！你家的丹炉若有这火，早就连山头一起炸没了！别这么硬！乖，娘先忙。娘小心。接缝也破不开。你们在给老子挠痒痒！让开！这打不动了。青云宗朱长老，即刻出列！烦死了！小狐狸长得不错，可惜太嫩，还没断奶吧？回去再养几千年。别怕，万灵宗元婴修士，尽数随本座冲锋！这些小东西挺节制，五颜六色的，就是不经打。当老子眼睛了！
这是刚做的新发饰，花了500上品灵芝。禅宗不愧是5大宗之一，虽然收费贵，实力确实还行。我就说吧，贵有贵的道理，下次可以多添点香火钱。又晃眼睛又吵，你们属蚊子的吗？金丹以上，全部出手！俺这以后是不是只能拿它砸核桃了？九幽困兽魔阵，东南西北4魔守边，阵眼稳住，不得松手。还好，没烧到脸。几百个人打半天，终于破了1根头发。这龙皮是真怪厚。老夫给灵兽铲屎多年，就没见过皮这么厚的。普通灵兽皮跟它一比，薄的跟纸一样。红莲业火温度太高，靠近久一点，头发会焦，衣裳会焦，连剑柄都烫得像刚从炉子里夹出来。长这么大有个屁用，飞也飞不快。你说谁飞不快？说你，别转头看别人。这里除了你，还有谁长得像一条老壁虎？你说谁是壁虎？爬得慢，飞得慢，脑子转得也慢。你脑仁有没有核桃大？哟，急了。说你2句就喷我，身体这么大，心眼儿怎么这么小？被关几千年，连大度都没学会。这火如草倒挺利索，就是准头不行。老夫在你眼前飞这么久，你连衣角都摸不着。你到底是来打架的，还是来给老夫扇风的？又急了，心眼比针眼还小。你父母是干啥的？是不是把壁虎蛋错当龙蛋孵了？老子咬死你！你这脚还是歪的，鳞片纹路也是斜的。你照过镜子没有？镜子没喊救命吧？丑也就算了，还丑得这么有考古价值，活了上万年都没飞升，简直就是修仙界医学奇迹！是不是连老天爷都不想要你？对不上，飞得这么慢，难怪被人关在地底大半辈子。老夫在外面逍遥了2800年，你气不气？气就对了，气得越狠，追得越快，追得越快，老夫跑得越远。有本事单挑，你别跑！单挑？你是大粪吗？想让老夫挑？你这么大一坨，老夫跳不动。这个比喻确实不够优雅。被关几千年，净修火气了吧？就你这脾气，出来也活不过3天。白毛，多骂几句，骂久一点，我好多砸几拳。你打你的，老夫骂老夫的，各干各的，不冲突。住！你继续骂，我继续打。你被关那么久，外面早变天了，你认识几个新朋友？你连天境宗食堂在哪儿都不知道，连延川做的红烧肉都没吃过，甚至连现在的零食长啥样都不知道。
你出来有啥用啊？出来连饭都吃不上。你这么大一条，一顿得吃多少？吃得起吗？吃不起。有钱吗？没有。饲养成本确实很高。被关那么多年，身上连1块零食都没有。你出来以后就是一条穷龙。你慌什么？老夫又没说错，你就是穷，你连裤衩都没有。不对，你根本不需要裤衩，因为你没有腿。没有腿就穿不了裤衩，你连穿裤衩的资格都没有。你让老夫闭嘴，老夫就闭嘴。那老夫多没面子啊！老夫骂了2800年，还没人能让老夫闭嘴。你一个刚出来的老壁虎，有资格吗？有能力吗？有面子吗？你啥都没有。有本事别跑！有本事你追，追得上吗？被关几千年，翅膀都退化了。老子是龙，不是鸟，老子没有翅膀。那倒是飞快点啊！老夫见过会飞的猪，都比你快。飞这么慢，还好意思说自己是龙？你脸红不红？哦，你看不到自己的脸，老夫看过了，没红，说明你脸皮也怪厚。这段传到论坛一定会火，标题我也想好了，为宗主骂龙全集，句句经典，收藏必火。录下来送给福片粉丝，粉丝一定喜欢。难怪魏宗主年轻时被你多人追杀，这嘴跟开刃的刀一样。跟他打架，打得过也骂不过，骂得过也追不上。开打前至少准备3颗静心丹，否则打着打着就被气死了。这场会搁谁不追？我也去当年日他，我也去追。他又要骂了。别听，脏话太多。其实早就听完了，而且现在不让我听，我以后看论坛回放也一样。我有小方劲，能长虫帮，娘不知道。哦，民众之长，能优能明，能细能聚，能兴趣，能短能长，春分登天，秋分潜渊，没了。这跟没写有什么区别？浪费纸。二师兄，魔界有没有关于上古龙族的记载？魔宫藏书，自己找。找到了，上古九幽渊龙，生于地底混沌深渊，常年盘踞魔界夹缝，鳞甲漆黑如墨，吞吐幽冥业火，以生灵神魂与修士修为为食，乃魔界公认的上古魔兽之王。天剑宗那个书呆子，别科普了，快找破解办法！他再喷一口火，前排的人全得变烤串。找到了，白泽圣兽可克九幽渊龙，幽冥业火遇祥玉金光，便如冰雪遇沸水，会瞬间熄灭，无法焚烧肉身，也无法炼化灵根。白泽流光落在九幽渊龙鳞甲上，会持续灼烧魔气鳞皮，削弱肉身防御。老小，你家石狮子能克他？咱们早说！老夫在这儿骂了半个时辰，嗓子都哑了。哦，对对对，旺财来福！到你们了，别看戏了！再看下去，老子就真让他烧成石像了！白泽圣兽，上古祥瑞。俺以前只觉得旺财和来福能看门，没想到还专门克龙。早一点出手，本座这500上品的头发是不是就保住了？白灼。
这个饺子馅儿有点大，锅也装不下。哎呀，被压住了吧？叫你横，叫你拽，老夫一嗓子能叫下来2个帮手，你呢，1个朋友都没有。被关几千年，连个探监的都没有，连只耗子都不稀罕搭理你，你好可怜哦，好可怜哦！你这个眼神想干啥？忘了告诉你，王才和来福5000年前镇压他的时候，本源受损，他俩撑不了太久，最多半刻钟就得下来歇着。你咋不早说？老夫这件法衣穿了800年，800年，你知道800年的感情有多深吗？你也没问，而且你自己靠这么近，我都知道躲着，你非往他嘴边凑。你骂了他半个时辰，他不喷你喷谁？你先撑着，老夫去换件衣服。你去哪儿换？回宗，很快。宗主回去一趟，比我们御剑去食堂还快。阿索，快一点，我们撑不了多久。别看了，一起上！你们人多欺负龙少，不讲规矩。规矩？你要是讲规矩，就不会自己从枫叶里跑出来。走，下去规规矩矩待着。老子不回去，老子不回去。老子好不容易出来，你们不能这么对老子。老子要看清澈透明的天空，要灵魂的自我与洒脱，要山，要海，要自由。你的远方就在下面，老老实实的，少整那些没用的情怀。等一下，这条龙能不能契约？既然他不愿意回去，那就把他契约了，留下当镇山神兽，多气派！对啊，免得关了又跑，跑了又关，关关跑跑，无穷尽也。契约以后，除非谁还敢惹，他对着敌人喷一口火，人就没了，不用挖，把他往山门一放，大殿都不用建了，仙气飘飘，往龙背上一坐，比什么山门都气派。那龙粪怎么办？这么大一条，一天得拉多大一坨？龙粪能交灵田吗？咱们宗门灵田够不够装？那就天天喂辟谷丹，不给吃食，不就省钱了？不现实，黑龙体型太大，普通辟谷丹对他而言和吃芝麻差不多。万一饿了呢？那他可能不是灵田，是我们。前辈，晚辈愿与您缔结契约。滚！5圈半，比刚才长老们飞得整齐。要不，万灵宗来试试？对啊，你们不是专门干这个的吗？龙也是兽，就是大一点，硬一点，还会喷火而已。万灵宗这么多弟子，契约一条龙，应该不在话下吧？这是上古魔兽，本座的师尊都不敢妄想契约。你们觉得容易，自己上，我们给你们喊加油。契约灵兽靠的是神魂压制，修士神魂比灵兽强，才能定下主仆秩序。如果压制不了，高阶魔兽的魔气会顺着契约反过来侵蚀宿主神魂，到时候谁是主，谁是仆，还真不好说。这还不是普通高阶魔兽，是上古魔兽！上古，老子做梦都不敢梦这么大！你们还想拿他实践？你们看看不凡师兄，表面上是他契约了雷一虎，实际上每天喂果子梳毛按脚，谁伺候谁？这叫
互相尊重。对，我们是互相尊重。互相尊重，你那叫打工，天天给雷一虎打工。哼，所以别看黑龙能打，契约成功又能咋样？他能听话吗？能蹲在山门口看门吗？他不把你当门板拍了，就不错了。若真能契约，便是天下第一镇山雄兽。谁契约成功，哪个宗门以后都能横着走。海棠，回来！这速度，比草船借箭的箭还快。以我之名，有反应！雷灵根真的能克制他。我可以，我是雷灵根，专克阴邪魔气。一个筑基期想契约老子，你是觉得自己活得太久，还是觉得老子脾气太好？我能做到，雷灵根可以压制你。连你祖宗都不敢这样跟老子说话！哦，契约没成功，都先被免费送了一程。你疯了！一个筑基期去契约上古魔兽，他一个喷嚏都能把你喷成灰，你连一片林都撬不动，还想把整条龙契约了？老夫回来了，衣服换好了，接着骂！魏苍玄，打完了，打完了。阿弥陀佛，确实打完了。气氛这么微妙，老夫是不是又错过了什么？错过了众人合力制服黑龙，你刚走，他就老实了。还错过了黑龙、谭师和远方。什么？他不愿回裂缝，要山要海要自由。世界那么大，老子想去看看。还错过了众修士商议契约黑龙，说得十分轻松，仿佛在菜市场挑选白菜。刚才有个金丹修士飞上去，黑龙只说了一个滚，那人便飞了，飞得比之前所有人都远，落地还弹了2下。后来他们想让万灵宗出手，万灵宗没有一个愿意，白宗主当场翻了一个白眼，翻得比他的契约灵狐还标准。万灵宗弟子说，契约上古魔兽，还不如契约一条会看门的狗，狗至少听话。黑龙可能反过来把主人契约了。案例1：上官海棠，行为飞到黑龙额前，高喊以我之名契。结果1：被黑龙一个喷嚏掀飞。结果2：空中翻滚3圈。结果3：落地吐血。结果4：遭青云宗长老训斥半刻钟，目前精神状态仍想再试一次。目前情况就是您看到的这样，魔君正在往下拖，尾巴卡住了。您要是暂时没有别的事，可以过去推一下。老夫刚换的衣服，所以动作要快。危险！我身上有白泽圣兽的气息，他的火伤不到我，我就跟他聊聊，不打架。对啊，小师妹最会跟妖兽谈判。幻兽迷须那只雷翼虎，就是他说服的。这确实是小师妹的常规操作，宗主只会把对方骂急，小师妹会忽悠，一套接一套。别靠太近。知道。闺女，你上来干啥？危险，赶紧下去！不危险，我跟他聊聊，你们先歇会儿。有事就喊爹。我们就在旁边。你是福祥的闺女，身上有她的气息，也有那个女修的气息，还有2只白泽的味道。我叫扶贫，魔界小公主，也是天剑宗弟子，4岁半，金丹后期。你飞上来干什么？看老子的笑话！我跟你谈谈。谈什么？谈你以后咋过日子。老子有什么好谈的？
被关了5000年，好不容易才出来，现在你们又想把老子塞回去，谈什么都是废话。我不是来劝你回去的，我问你，想不想换个地方待着？换哪儿？你不是不想被关着吗？那就跟我，不用回裂缝，管吃，管住，还管唠嗑，跟我混，不吃亏，不上当，不让你加班，也不让你打白工。你知道你爹刚才打了老子多少拳吗？不知道，但肯定没有你喷他的火多。你看，头顶都快让你烧秃了，回去还得换发型。默默，我真秃了吗？还剩一些。你想契约老子？也不完全算契约，就是搭个伴。你跟着我，我给你管饭。契约也可以，每月给本座供奉1对金丹修士，本座勉强允许你当弃奴。第一，金丹修日又不是大白菜，不是想拔就能拔出来的。第二，我才4岁半，你让我每个月给你抓2个金丹修士，你是想让我当强盗，还是想让我坐牢？第三，你被关了几千年，外头早就变了，现在的修士天天嗑丹药，肉质早就不中了，又柴又硬，比老腊肉还硬，烤起来都费劲。我最近确实吃了不少孤元丹，离黑龙远点。而且，修仙界现在有万仙盟条例，吃修士是犯法的。谁能判本座？你看看他们，判刑就要被关。你刚才闹内疚，就是不想继续被关，现在又为一口吃的，主动把自己送回牢里，图啥？就算你没被关，逃出去了，万仙盟和魔界也会追杀你，天天提心吊胆，累不累？最后还是会被抓，被抓以后还得继续听俺爹秀恩爱。你愿意不？对，他从下来的第1天就开始说怎么认识你娘，怎么谈恋爱，怎么生孩子，还说你娘爱他爱的不能自拔，一天说1遍，整整说了1年，比弟弟岩香还烫耳朵。我说的是事实。你跟我就不用听肉麻话。你一个金丹后期的小娃娃，能做什么？能带你出去看看。外面有什么？有嫩想要的诗和远方，有山，有海，有云，有风，有灵兽，有邪修，也有好人，还有早茶、夜市、乘风囊、铁醉车、糖葫芦，还有画本。画本？你没看过画本？没有，本座被锁了5000年，没看过。那正好，我6师兄收藏了一大堆，啥类型都有。咱家剑宗团宠小师妹已经出到第3季喽，据说第4季正在筹备。你想看哪本都能借。借阅可以，损坏照价赔偿。可老子刚才骂了你爹，他经常被人骂，已经习惯了。老子还烧了你娘的衣服。没事，他衣服多。老子还喷了你师傅一脸灰。也没事，是他先喷你的。宗主，谈判期间先别打断。你身上有白泽的气息，白泽不说谎。对，他们不说谎。你刚才说的画本、夜市、糖葫芦都是真的，比珍珠还真。我刚从凡界回来。糖葫芦是什么？你尝尝。天哪！你
你再咬一口。那你跟不跟我？以后每天都有糖葫芦。那不中，糖吃多了会牙疼，你这牙嫩大，疼起来肯定更疼。不能天天吃糖葫芦，但能吃别的，馒头、糊糊、桂花糕、萝卜糕、豆腐脑、青团、年糕、面茶、青稞饼、鲜花饼，想吃啥都有。肉呢？有，很多，管够。怎么不动了？他在考虑。这小娃娃跟巨兽谈判真有一手。龙也算巨兽吗？算凶兽，差不多。他要是真把黑龙带走，以后出门不是能横着走？他往那里一站，对方先看见龙，谁还敢出手？可这龙这么大，天剑宗养得下吗？养在宗主洞宫，反正听说魏宗主平时睡大殿。龙粪怎么办？能不能教灵田？先别管龙粪，先看他到底听不听话。答应了，他真的答应了！一条上古巨兽被一个4岁半的孩子说服了，还是有一根糖葫芦。不只是糖葫芦，重点是管饭，就跟家里养狗一样，谁给他吃好的，他跟谁走。伏偏以后真能横着走了，可他才金丹后期，不会被渊龙泄气反噬吗？她本来就是幽冥公主，而且还是混沌灵根，什么力量都能周纳。这绝对是我这辈子见过最离谱的契约。不是主仆，也不是从属。你不是上古凶兽吗？不是谁都不服吗？你就这么跟他走了？他比你会话，他说包吃包住，你只会说废话。他5岁都不到，他说管饭你就信？万一他养不起，转手把你卖了呢？他身上有白泽的气息，白泽不说谎。白泽不说谎？我咋不知道？他俩天天偷吃老子的肉干儿，每次问都说没吃。那是谁撒谎？是老子自己吃完忘了。你叫啥名字？圆。圆，有点拗口，能不能换一个？可以。小黑，小莫，小优。黑坨坨，煤球球，铁板板，黑壮壮，不溜秋。还是叫渊吧。以后你就跟我，到饭点记得自己来食堂。肉管够。管够。就这么让他带走了？还是用一根糖葫芦？不是糖葫芦，是说服。有什么区别？最后不还是一根糖葫芦拐走的？是自愿跟随，不是拐。他说外面有诗和远方，有山有海，有夜市，有烧烤，还有画本。你在暗无天日的地方被关5000年，突然有人说外面有吃的有玩的，还有书看，走不走？走！你们看。下次我也试试糖葫芦。不是糖葫芦问题，是他知道那条龙真正想要什么：自由，还有能填饱肚子的地方。主持每次总结之前都
得先念一段，大概是怕刚打完架，佛祖没听清发生了啥。上古九幽渊龙得以收服，乃今日之幸事。混沌灵根与深渊大龙的力量，本就源于天地本源。此次节气是双方自主选择，并非禁制压迫下的强行契约，此乃万古难遇的机缘。他说的还算像话。主持平时说话还是怪有水平的。今日一战，仙魔两界通力合作，诸位辛苦，望两界日后继续和平相处，不再轻起纷争。散会。你看见我的鞋了？刚买的。你打算把它养在哪儿？洞里。吃什么？糖葫芦。行吧，先养着，养不起再说。实在养不起，就卖给万灵宗，他们肯定愿意收。不收。今晚来天剑宗食堂，延川做红烧肉。去。好。红烧肉是什么？今晚恁就知道了。来这边，尽快收拾啊！俺现在像一块夹心饼干，还是被夹得特别实的那种，连夹菜都费劲。小东西，找死！别吵了，再吵大家都没得吃。这顿饭是四师兄忙了2个时辰做的，咱们要是把桌掀了，以后再也没有红烧肉。你是怎么从硫磺之域出来的？对，我听说那道封印连大成期都进不去。全记在里面了，你们自己看。这字谁写的？咋比老子写的还好看？师徒老祖代笔，俺的字太丑，怕人们看不懂。难怪，这一看就不是咱家祖传手艺。老子的字像蚯蚓跳舞，你要能写得这么工整，老子都得怀疑是不是当年报错了。他的字像你。我就说是亲闺女。万年灵芝，万年何首乌，万年石钟如，全给你泡澡了。是啊，我还有。临走的时候，慕容老祖又给了一大包，3年都用不完。闺女，能不能给爹分一点？爹不要多，1半就行。爹，有点出息，那是妹妹的东西，不要就不要。闺女，你这不是被绑架，你这是去进修了，还有继承家产，还赚了2个小境界，中间过了4岁生辰，还混成了荒域小霸王。不愧是老子的闺女，被绑架都能混成小霸王。没事便好，你受苦了。独自在外1年，一定没有好好吃饭，看把你饿的。没有，我在硫磺之域吃的挺好，每天4碗灵米饭，1大盘肉和菜，还有1锅汤，吃的比以前在天剑宗还好。每天吃这么多？青宗主，您对小师妹的饭量一无所知。
魏前辈，多谢您这一年照顾平儿，给您添麻烦了。麻烦倒谈不上，虽然他一个人吃的比5个师兄加起来都多。不过他来以后，天剑宗缺的东西一样接一样自己送上门，灵石、功法、法器，连上古黑龙都带回一条。这孩子招财，本座不是财务。吃饭的时候少说话。既然招财，那年底是不是该发优秀弟子奖金？天剑宗一口气收了2个魔界皇室子弟，怎么算都不亏吧？你知道他一个月吃多少馒头吗？顾曙光为了算他的伙食账，天天算到半夜。账目确实比较复杂。这一年，也多谢3位师兄照顾燕儿与平儿。自家孩子，不用客气。阿弥陀佛，养1个是养，养7个也是养。咱是7个。如今还得算上几只兽。收着收着，我娘这是发抚养费呢。这个说法倒也准确。听闻沈师侄有一柄天外云铁剑，此物名为星髓凝光剑油，以润心残于星髓炼化而成，与天外云铁本纹相近，能够修复厮杀留下的尾衰灵痕，也能弥合高强度灵力冲撞造成的内部暗裂。这是阵风剑鞘内衬软玉片，由寒星软玉打磨，垫在剑鞘中，可以温养剑身，减少拔剑入鞘时的磨损，也能稳住云铁自带的习气。你常年外出执行任务，剑养得好，临战便能少费3分力。多谢青梦宗主。大师兄的剑以后能少换一点，省钱。青之玉笛，弹奏出的音波可以安抚妖兽，也能梳理自身紊乱的木系灵气。魏前辈说你有御兽天赋，这支笛子正合适。这笛子是青云宗气格炼制的？按照你的灵根属性重新调过阵纹，试一试。好东西，多谢青梦宗主。焰心玉杵，研磨灵药时，可以借助内部火气激活药材深层药料。景元师兄提过，你有炼丹天赋，拿着玩吧。这个顺手，比我的擀面杖好用多了。谢谢小师妹娘亲。用来炼丹，不要用来擀面。偶尔应该可以吧？慕容师侄，听说你很爱惜容貌与衣着，这里面是各类高阶法衣材料，可以按照自己的尺寸制作。这够做多少套？不多，100来套。做完以后，应该还能剩些边角料。青梦宗主，你以后就是我的亲娘，您还缺儿子吗？会擦剑的那种，会照镜子的那种，还能自己挑法衣颜色。五师弟，自重。你们都是燕儿与平儿的师兄弟，往后缺资源，都可以开口。5个丹灵根，你多好大儿，好像也不亏。想都别想，这些孩子每一个都是我们几个老家伙好不容易从外头捡回来的好苗子。你一个魔君，少打挖墙脚的主意。娘，六师兄还没发抚养费。此书比外界流传版本多20页自注，由青云宗阵法堂长老亲自批注。听说顾师侄对阵法很有兴趣，闲暇时可以研究。多谢青梦宗主，我今晚就开始看。先把饭吃完。魏前辈，3位师兄，本座想给天剑宗捐一笔灵石，修建一座剑冢，将天宗宗历代祖师遗剑全部请入剑冢供养，也省得一把把插在宗主洞府里落灰。青梦丫头啊，长大了，不愧是当了宗主的人，有格局，比你那个只会穿新裤衩炫耀的夫君强多了。我穿新裤衩咋了？这是我儿子给我买的，他凭自己的努力给亲爹买的新裤衩。爹，低声一些，这件事情很光彩吗？
丫头，既然你主动开口，老夫也不跟你客气。其实建沼本身不算贵，但是建房子要零食，刻碑要零食，布阵要零食，请人看守也要零食，粗略算一下，10万上品零食左右。可是景元师兄上次说只需要3万。那是以前的价格，今年零食贬值，所有东西都涨价了，连馒头都涨了。不信你问旺基，今年扫帚都涨价了。确实涨了，去年一把扫帚5块下品零食，今年已经要8块零食，涨幅6成，可见涨幅确实猛。行，10万上品零食，何时动工？老夫现在就联系供需阁，让他们明早过来丈量。山势建位阵眼，1晚上都能定下来。效率要高，但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突然有钱。明白。记得跟阁主要8折员工价。另外，上次重建大类也是找的供书阁，咱们算老客户。放心，他们若不肯，就说我也去隔壁找妙战宗。行。文长老，这么晚有什么事？老朋友，有一桩不赚钱但能积德的大买卖。他们真能把建筑建好吗？能，只是施工队可能赚不到钱。放心，老夫谈价这么多年，还没输过。不准掀桌！8折，老客户恁只给8折，再少2折。行了，饭吃饱了，该聊的也聊完了，老夫回大殿睡觉。秦梦丫头自便。至于魔君，早点回吧，天黑山路不好走。凭什么？老子不走。老婆孩子全在这里，老子一个人回去还算什么男人？你不回去，魔鹫边境就得戒严。魔鹫君主夜宿天剑宗，事情一旦传出去，万仙盟得开会，开会就得吵，吵完还得写文书。你一个人不走，全宗都得跟着夜职，划算吗？就是，别连累天剑宗也跟着戒严，到时候山门外面的探子比厨房里的蟑螂还多。天宗宗厨房没有蟑螂。比喻不是刚重新签了2届和平协议，仙魔2届现在都能通婚，那老子凭什么不能住在这里？阿弥陀佛。景梦是青云宗宗主，燕儿与小偏儿都是正式写入天宗宗玉牌的弟子，但你是魔君，魔君可以正式来访，也可以用膳议事，但没有特殊文书，不能随意夜宿仙门，这是2界共同的规矩，不是针对你。能让你进来吃饭，已经不错了。天宗宗山头小，容不下你这么大一尊魔。不就吃你一顿饭，看把你小气的！当年在秘境，你天天偷老子打的猎物，我告诉你算想过，老子都没跟你算账。那不叫偷，叫捡。放屁！你住在对面山头，跑到老子家门口拿猎物，这叫捡！你把猎物放在门口，不就是等人捡？再说，老夫捡你几只山鸡怎么了？老夫还帮你捡过儿子。爹，你回魔界，我在宗尊休息2日。这段时间，我快被那些文件累死了。你若再不回去，以后那些文书就没人替你批，你自己看着办。那行吧，媳妇儿，我走了。我要你送我。行。
堂堂魔君，出了这扇门就是万人之上，搁这里粘得像块年糕，像话吗？不像话。但像他，阿弥陀佛，非礼勿视。看多了容易酸。老夫只是确认魔君有没有顺利离宗。你看，你爹娘才是真爱，你像个意外。今天红烧肉好吃不？好吃。那你再说一遍。你是他们亲生的，这还差不多。明早想吃啥？糖葫芦。大师兄，明早买糖葫芦。好，魔君很强，青梦宗主也很强。若没有当年那些事情，他如今应该已经进入合体期。可他有2个孩子，一个暗灵根，一个混沌灵根。换成你，你换不换？不知道。虽然耽误100余年修炼，但生了一个暗灵根，还有一个混沌灵根。这种灵根，别人几辈子也生不出来。他说啥啦？唉，太远，下次可以准备顺风阵。不准。老夫去后山看看灵田，黄瓜应该熟了。老夫去看丹炉，里面还烧着火。阿弥陀佛，老夫去扫地。我回去试试安神曲。我去看看明早吃什么。我今晚先设计10套，我去整理数据。看热闹的时候，一个跑得比一个快，娘回来以后又一个比一个忙。娘，你不回青云宗？今晚陪平儿。天宗宗洞府里的床比较硬，我刚入宗那几年，一直睡不习惯，多垫一层褥子，2层更好睡。娘，俺洞里有褥子，应该有2层。好，今晚娘陪你睡。明早真有糖葫芦，还有红烧肉吗？有，早上不一定。那我能不能再吃几个馒头？本座还在长身体。恁今晚已经吃半箩筐了。娘大概没想到这床能硬到拿来当案板切菜。娘身上有一股很淡的草药味，还有一点桂花香，跟邪梦居院子里的味道很像。这几年你是怎么过的？俺在魔界吃了3年糊糊，糊糊怪稀，一点都不管饱，每次都得自己去打猎，打得到就有肉，打不到就饿着。平儿啊，不是爹不想养你，是咱家最近手头有点紧。后来俺爹说养不起俺了，让俺来找人。后来呢？宗主怎么可能有女儿？哪里来的小骗子？守山弟子不信，还想抓俺去后山插屎，俺吓跑了。后来俺侵略镇讨饭。小丫头，过来吃。镇上有家客栈叫仙客来，王老板是个热心人。娘，恁以后见到他，记得替俺谢谢他。没有他，俺可能早饿成一条干咸鱼了。好，娘记得。当时俺在想，能不能在街上碰见恁。青梦宗主闭关了，短时间内不会出来。结果听说恁闭关了。武灵根，青云宗不收，去天剑宗看看。后来俺去参加宗门大招，糊涂长老嫌俺是武灵根，没要俺。他说天剑宗包吃包住，俺就留下了。娘，恁是不是睡不惯？娘从小被师尊当做宗主继承人培养，吃穿用度一直都是宗门里最好的。后来认识你爹，他那时候还没有穷，出手也很大方。再后来回青云宗，身为一宗之主，更不能在衣食住行上失了体面。娘应该早点来陪你，若当时没有闭关。娘，松一点，俺快喘不过气了。对不起。
没事，谢千珏是内鬼，能当时压力肯定怪大，能得稳住青云宗，还得赶紧提高修为。不闭关就不能突破，不能突破，就是5大宗修为最低的宗主，下面的人就不一定服任。哥跟俺说过，能回去是怕自己没能力保护我们，能不是故意不要俺，所以俺不怪奶。娘，这次又有点紧。肉麻死了，这一家都肉麻。离开魔界那天，爹让俺交给您的，他说这是家书。亲爱的梦梦，魔界今年收成不好，借点零食。开头还怪直接。平儿去找你了，以后交给你，别让他饿着。平儿很乖，吃的不多，1天3顿糊糊就行，2顿也行，实在不行1顿也行。反正小孩子饿不死，饿瘦了还能长回来。他出门时只带了3个幽冥果，3块风干肉，走到一半应该就吃完了。记得给他买点吃的，他喜欢甜的东西。他这句记得挺准。另外，我挺好的，就是有点想你。注：字是儿子写的，话是老子说的。信是早上写的，哭是晚上哭的。别告诉平儿，他知道会笑话老子。娘，哥说上次俺爹去青云宗山下想偶遇人，结果被人用护山大阵追着劈了3条街，为啥呀？那时候娘刚知道他是魔君。哦，俺懂了，恁早就跟他说自己是青云宗弟子，可他一直没告诉恁他是魔君，所以恁觉得不公平，对不？不止，当时娘刚继任宗主，位置还没有坐稳，宗门里盯着我的人很多。他身为魔君，却跑到青云宗山下来找我。一旦被人发现，我便会被扣上勾结魔界的罪名。不仅是我，整个青云宗都会受牵连。那后来呢？人们就没再见过？见过，他后来又来过几次，每次都只在山门外远远站一会儿，然后自己离开。那没赶他？有一回，他站得太久，娘让弟子给他送了一壶茶。这还不叫肉麻？娘，能给俺讲讲您和爹在凡界的事吧？我们从秘境出来时，你哥哥已经8岁，我想带他们回青云宗，但师尊不许。我没有听，大概也有赌气的成分，便带着他们去了凡界。我们游历诸国，后来在大央国住下，就是你找到的咸梦居。院子是你爹选的，青花树也是他种的，篱笆也是他扎的。他虽然有些憨，但干活还行。俺爹知道能说他憨吗？不知道。你哥哥18岁那年，在凡界那种几乎没有灵气的地方，自己摸索着引气入体，没有功法，没有丹药，没有灵脉，全凭自己悟出来。娘便试着教他一些入门功法，但不敢教的太多。那时还没有告诉他们自己是青云宗弟子，所以忍教他的是天剑宗起手式。小时候跟师尊来天剑宗看过几招，会一点。景元哥哥教我剑法。可景元长老说过，恁小时候经常跟他屁股后头。景元哥哥教我剑法。好吧，会很多。你爹偶尔也会教你哥哥修炼，
都是些大开大合的招式。娘当时没看出来，一直以为他只是力气大些的散修，毫无灵力光芒，一定纯粹的基底的纯粹。俺爹骗人怪有一套。爹，我又糊了。这样更像。你爹只会做糊糊，不是掺了灵米与肉的糊糊，就是水里放面，搅开煮熟，而且每次都把锅烧焦。娘也不会做饭，从小在宗门长大，厨房都没进过几次。以后我来做吧。哥从啥时候开始做饭的？12岁。他说，不能天天吃糊糊。俺哥小时候也怪辛苦。你爹会去市集摆摊，卖些不知道从哪里淘来的旧书旧画，有时一天卖1、2本，卖不出去便自己看。娘在院里种花，偶尔去附近私塾，教孩子读书认字。你哥哥每天早起练剑，再去镇上学堂，晚上回来做饭。吃完饭，我们一家人便坐在桂花树下，喝茶聊天。爹会种花不？不会。他害羞，过2天就好。这花命不好。除了桂花树，他种什么死什么。此子是老夫教过最有天分的学生。我儿子，当然。你哥哥读书也很好，每次父子夸他，你爹都要说一句：“我儿子当然。”后来有一年，这湿床嫩硬，娘肯定没习惯。娘，晚安。娘，我隔壁洞府找三师兄扎辫子。不用，娘来吧。娘，你是不是不会扎？娘以后会学，今日先忍一忍。争！娘小时候被当宗主接班人养，身边伺候的人比天剑宗全宗加起来都多。后来去了凡界，有爹和哥围着他转，也轮不到他动手。今日是娘这辈子第一次给别人扎辫子，能扎成这样，其实已经不赖了，至少没把我头发扯掉一撮。对了，娘，你不是说要闭关3年？收到魏前辈传讯后，便提前出关了。炼虚期你难突破吗？为啥要闭关3年？对于普通修士而言，闭关30年，也未必能够突破。化神到炼虚之间，隔着一条河，跨过去便是炼虚，跨不过去，可能一辈子停在原地。那娘不到3年就出来了，怪厉害。娘也是天才，算是吧。那你和我爹在幽冥裂缝底下待了多久？1年。裂缝结界是单向的，我们可以进去，却无法出来，直到你们从外面撬动结界，我们才找到机会脱困。啊，那还真是我们把他放出来的。就算你们不撬，老子也能自己上来。好了，我的平儿真好看，像个小福娃。不整齐，也不算好看，跟孙家老祖第一次给我扎的差不了多少。怪好看。亲娘第一次扎辫子，手艺差点就差点，她开心就中。你每日都这样修炼？每天先扎1个时辰，
扎完才能吃早饭。吃完早饭，跟师兄们练剑。长老有空，长老教。师兄们打坐的时候，我还得跑山，1天10圈，跑完才吃晚饭。吃完荡一会儿秋千，再打坐巩固修为，或者听大师兄念剑谱，最后睡觉。你比娘小时候刻苦，娘小时候修炼，每日都要师尊盯着，3天打鱼，2天晒草。师尊一不在，便偷偷跑去后山抓兔子。娘以前也不听话，偶尔。长老和师兄说，我是混沌灵根，万年难遇，用的修炼资源比别人多10倍，那自然也要比别人更刻苦。燕儿，若娘让你们回青云宗，你们愿意吗？娘，我与妹妹在这里过得很好，宗主很好，3位长老也很好，师兄弟也很好。宗门虽然不大，但该有的都有，不该有的也没有。好，娘明白了。娘不会勉强你们，以后常回青云宗看看便好。会的。走吧，去吃早饭。四师兄做的腌黄瓜怪好吃。吃完早饭再吃。中。天剑宗的早饭，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变。馒头能吃饱，粥能喝暖，腌黄瓜能下饭，够了。娘快吃，四师兄做的馒头外头吃不着，又松又软，比灵米还香。不撑吗？刚好。习惯便好。他刚来时，我们也不习惯。每日看他的饭量，都觉得天剑宗粮仓撑不过下个月。但他吃得多，练得也多，不亏。阿弥陀佛，吃的是福，能吃也是一种修行。宫于阁的人到了，鲁班成亲自带队，6名工匠，3名阵师，还有一个风水先生。哼，牌面不小，老夫去迎一迎。魏前辈，本座想带姘儿回青云宗看看。也好，过去玩几日，也能见见世面。宫书阁的人既然来了，宗门这几日也会很忙。想不想看看娘从小长大的地方？想。娘，你带妹妹去便好，我不去了。我在宗云休息2日，便要回魔界，再不早点回去，父亲可能又会把家底败光。上次只让他独自管了3天，便弄丢2本商贸区账册。我找了5日，最后在茅厕旁边找到。好，那你注意休息，不要太累。知道。娘先回宗门处理些事务，下午来接你。好，我等你。这里是15万上品灵石。15万，这么多！10万用于修建建筑，剩下的5万给天剑宗食堂改善伙食。姘儿吃得多，不要让她饿着。温之雅，收着，不要白不要。言川，明日早饭加肉包子，1人1个，知道了。我能吃5个不？先蒸1笼。小莫，又见面了。温长老别来无恙，上次建的大楼门，如今可还好用？好用，就是开门有点重，1个人推不动，得2个人一起。
这说明结实。不结实的大门，一推就开，一撞就散，那还能叫大门？也是，照这个说法，推不开才是最好的门。完全推不开，确实最安全。看见神情衣服那个了吗？宫羽阁阁主鲁冰城。看着怪帅，属于天天跑工地，但还没把自己跑糙的那种帅大叔。我在做些热的，人家大老远过来，不能让人吃剩饭。宫书阁阁主极少亲自出山，普通宗门请都请不动，今天竟然亲自来天剑宗，咱们宗什么时候这么有牌面了？真正诡异的不是这个，宗主以前骂过鲁阁主，而且骂得很难听。骂啥了？宗主原话大概是这样：你们咋不在上面镶一圈金边，再刨个坑把自己埋进去？你们到底是来见剑种，还是来修皇宫？这个价钱够老夫把天宗宗从山顶铺到山脚，再从山脚铺回山顶，铺3层。剩下的零食还能给你们宫羽阁一人买1口棺材，省得你们以后报价太高，连个躺的地方都没有。这一刻，沉默怪震耳朵。别说了，人过来了。天剑宗食堂和我上一次来时完全不同了。上次来的时候，连张像样的桌子都没有，所有人蹲在地上吃，跟工地食堂差不多。俺刚来的时候，其实也差不多。鲁盟主，坐。如今能有食堂，全是你大徒弟的功劳。末将师年轻有为，带队建得好，地基打得稳，屋顶不漏雨，墙也没裂缝，我们很满意。哥，宗主是不是让人夺舍了？暂时看不出，再观察。各位前辈，别先捡喽，趁热吃。天剑宗的饭比上次确实强多了。这位便是混沌灵根。对，我们宗最小的弟子。听闻你3岁半便已经结丹，如今几岁？4岁半，金丹后期。4岁半，金丹后期。混沌灵根，果然恐怖如斯。这位便是魔界少主，此前万仙盟线上会议隔空见过一次，今日一见，果然气宇轩昂。鲁阁主，少主什么时候有空，可以来宫羽阁坐坐。宫羽阁最近在研究以魔气为动力的机关术，如果成功，魔界矿车的速度至少能够提高3成。有空一定登门拜访。青梦宗主呢？不是他提出要为天震宗修建剑冢，本座此次专程前来量地。哦，他刚走，回青云宗处理事情去了。哦，不过他下午还会过来接小群儿去青云宗。哦，那下午还能见到？剑中需要的星纹石、镇剑木和玄铁砂，宫炉阁内部都有存货，可以直接调一批。不用再从外面采购，至少能省半个月时间。宫羽阁的材料可不便宜，上次的报价贵的老夫都想改行做工匠。可以谈。不急，先吃饭，试试我家延川的手艺。灵米熬煮的火候恰到好处。米汁已经完全融入汤中，稠度适宜，入口温润，十分顺滑。喜欢就多吃，管够。俺入宗这么久，还没见宗主主动把整锅粥推给谁。哥，宗主以前骂鲁宗主瞪狠，鲁宗主咋一点都不记仇？而且宗主今天客气的怪吓人，俺还怪不习惯。我也不习惯。上次宗主骂他，几乎整个修仙界都知道。按常理，鲁林城应该记仇才对。我记得宗主骂完以后，宫羽阁接待处专门挂了块牌子，写着天宗宗羽狗不约入内。确实搞不懂，以前不让进，今日怎么自己送上门了？可能是宗主的议价战术，先让鲁阁主吃一顿好的，后面的工程价格自然更好看。你们几个
一直看着本座做什么？看能吃得下。言川的手艺确实不错。魏宗主，这顿早饭不会白吃吧？鲁阁主这说的什么话？都是老朋友，最多给个朋友价。魏宗主，想要一座什么样的建筑？够大，够结实，够用。别的你看着画，你专业。要求倒是不少，只有3个。按照天监宗现有山势，正常使用、正常维护，500年没有问题。若再加一层阵法加固，可以用到800年。加阵法要添多少灵石？看级别，普通防护阵加8000上品灵石，中级防护阵加2万。高级就不用谈了，你们已经有宗门大阵，装2层也是浪费。不该花的钱确实不能花。鲁阁主，咱们认识这么多年，能不能便宜一些？你知道宫鱼阁的规矩，报价公开，价格透明，不议价，不抹零。不过你以前也是宫书阁员工，按老规矩，员工价8折。那能不能再送点东西？送什么？比如刚才你说的内部材料，能不能直接送？老温，做我们这一行的，最忌讳遇到的，就是做我们这一行的。你当年只在宫鱼阁待了3年，给你员工价，已经是底线。3年也是工龄，3年只学会了砍价，那说明我学到了精髓。卢阁主，尝一口。这是你们的新战术，先请吃饭，再开始砍价。尝尝嘛，又不收你钱。酸咸适中，清脆爽口，快赶上食神宗了。那当然，我家言川在食神宗进修过。难怪，刚才的馒头也不错，火候到位，不是随便蒸熟糊弄人的。这样吧，内部材料费减1成，算这顿早饭的账。阿弥陀佛，鲁阁主喝茶，禅宗山茶，前年新采，味道不错。茶确实不错，但价格已经到地了。中，那你报个总数。标准剑巢规格，加防火、防水、反震结构，再加阵法加固，原价10万，内部材料减1成，9万，员工价再打8折，7万2。打了这么多年交道，给你们算7万整。友情价，再低我没法跟账房交代。5万。多少？5万。5万连材料都不够，你每次都这样。上次你骂完我，我供虚阁门口整整挂了3年，天剑宗与狗不得入内。没忘。那牌子挂了3年，风吹日晒，字儿都花了。老夫本来想找人送你一块新的，后来一忙忘了。你听听，你说的是人话吗？怎么不是人话？老夫这是念着你的好。再说，上次骂归上次骂，这次老夫不是请你吃饭了吗？馒头3个，粥2碗，腌黄瓜半碟。现在外面吃顿饭，不得收几块灵石？我收你钱了吗？那也不能5万。青梦丫头就捐了5万。我记得娘给的是15万，10万建剑巢，5万改善伙食。宗主说的太肯定，差点把我也都说糊涂了。他只捐5万？那你自己不会添一点？堂堂一宗之主，你宗里收了魔界少主，还有魔界公主，会没钱？福燕的钱都拿去建设魔界了，自己都不够花，哪还有钱补贴宗门？小皮儿才4岁半，
自己都没钱买零食，连糖葫芦都得大师兄下山帮他买。老夫作为宗主，总不能剥削一个小娃娃吧？他撒谎不眨眼。宗主砍价的时候，啥都敢说。最低6万。龚于阁不挣钱，就当朋友帮忙，回去被账房骂，我认了。那就算了，不见了。反正天剑宗也没有几把剑，找个洞，随便放着就行。5.5万，阵法本座亲手布，地基本座亲自打，攻期本座亲自顶。你再看我现在带人走！5万。青梦丫头说了，建完以后她会亲自来验收。若是不满意，你再免费返工。成交。5万就5万，但工期必须由本座决定。慢工出细货，欲速则一坨。道理明白就行。鲁阁主大气，不愧是宫于阁之主，工期设计任凭鲁阁主做主。走，老夫亲自带你量地。后山北高南低，地基得再向东挪3丈，避开旧水脉。青梦宗主给的是15万吧？宗主刚才语气太绝对了，我都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记错了。青梦宗主真只给了5万？不是，15万，10万见建筑，5万给食堂加菜。宗主说5万，那便是5万吧。反正剩下的钱还在宗门账上，这叫合理节省，也可以叫隐瞒预算。多出来的不是10万，是15万。哥，你也给钱了？前几日给宗门补了5万上品灵石，未指定用途。另外还准备了几把剑，宗主与3位长老每人1柄。原来宗主最近那把新剑也是二师兄送的。哥怪有钱。还有之前硫磺之域外面挖隧道，雇散修，买工具，管饭，发工钱，全是二师兄出的。那段时间账上流水哗哗的，听说到现在宗门还没报销。哥，找你应该的。宗门账目怪懒，宗主个人存款不暇。我还以为终于能知道。硫磺之域挖掘工程支出若干，由二师兄全额垫付，目前尚未报销。目前宗门可支配余额至少20万上品灵石，按照当前物价，足够将天江宗从山门到洞府整体翻修一遍。修完以后，应该还能剩一些。所以，宗门有20万，明早却只加1个肉包子。俺要求加5个。先等宗主回来。让我亲自申请。魏苍玄，这块地基再省就要掉下山了。练了多久？1个时辰，俺刚好练完。累不累？不累。娘的帕子怪香，里面缝了安神药草。又来了。七梦宗主，听闻你已经提前出关，成功晋升炼虚期，恭喜，恭喜！鲁阁主客气，也听闻宫叔阁近年生意兴隆，接了不少宗门工程，恭喜鲁阁主。哪里，多年不见，青梦宗主风采依旧。我们上次见面还是30年前吧？30年过去，你竟一点都没变，平日是如何保养的？鲁阁主，有事？没事，也不是完全没事。听说你要为天剑宗捐建剑种，所以本座亲自带队过来。你放心，
这个剑种，本座一定给你做最好的。每一块砖，本座都亲自过目；每一道阵纹，本座都亲自检查。昨夜回去以后，本座又把设计改了3版。七梦宗主要不要先看一看？不用，剑朝是天宗组的，直接与魏宗主商议即可，由他决定。好。哥，鲁阁主是不是？是。当年七梦宗主还未继位，鲁滨城也只是公输阁大弟子，他追了七梦宗主整整10年。10年？送了10年法器，送过图纸，送过机关模型，据说还亲手雕过一对玉簪。为了约青梦宗主见面，他连宗主师尊的传讯符都托人要到了。那约出来没？10年，1次饭都没约成。青梦宗主继位时，鲁阁主还送过一对镇殿石狮，是他自己设计的机关兽，能够自己行走，但青梦宗主没有收，直接退回去了。那他现在还……谁知道，反正这次来的怪积极。听说青云宗护宗大阵最近又做了改良。我最近正在研究一种机关阵法，若与青云宗阵法结合，整体防御至少能提高3成。不知道青梦宗主有没有兴趣？鲁阁主，今日本座要带女儿回青云宗，不方便详谈，改日有空再议此事。好，改日再议。地基还凉吗？凉，每一寸都重新凉。早点回来，最好明日便回来，后日也可以。但别待太久。带着。万一你吃不惯青云宗的山珍海味呢？万一呢？带着。若是青云宗有人打听我，俺就说能闭关了。为什么？能上次穿的那么显眼上战场，神女宗的看见难，路都走不动。最近找上门的越来越多，对不？你怎么知道？三师兄说的。今天天气不错。放心，俺懂，该记的记，不该记的也不漏。哥，能真不去？去过，床太软，睡不惯。而且我还要留在宗门加练，这几年一直忙魔界事务，剑术落下太多，再不练，可能一辈子也打不过大师兄。那中吧。到了青云宗，尽量不要捣蛋。俺啥时候捣过蛋？娘为了提前出关，服了3颗极品进阶丹。3颗？那东西一次只能吃1颗，吃多了间接会不稳，渡劫时很容易被雷劈死。所以独练血雷劫时，他受了伤。伤到了本源，他怕来不及，怕你已经出事，所以强行突破。早点回来。俺走了。早点回来，馒头凉了记得热，别提我在宗远，记得记录。怎么了？没事，就是想抱紧一点。青云宗比天剑宗大得多，山也高，风也多，一看就怪有钱。上一次来这里，
俺才3岁，背着小包袱，还饿着肚子。俺找俺娘。宗主没有女儿，哪里来的骗子？俺说来找娘，他们一个都不信。宗主，宗主怎么抱了个小娃娃？是不是天剑宗那个一剑把上官海棠打飞的那个？那不就是宗主的女儿？完了，上次他来是我们赶走的。你们2人明日自行前往杂役峰报道，为期1年。娘，这事儿都过去1年多了。1年多，也是他们。中吧。宗主怀里的是谁？好像是天剑宗小师妹。上一次俺在门外找娘，这一次娘抱着俺回家。